5日后，楚王府传来消息，谢燕与凤青鸾举行喜宴。这次宴席，谢燕没有邀请太多的人，谢晋作为皇叔也在受邀之列。凤青鸾以她的贴身婢女莲心出席宴会。原来是你将我引出来的，我记得没有得罪过郡主，你找我做什么？本郡主看不惯你总是跟在王爷身后，荣王看起来对你很不错，你区区一个贱婢，竟敢勾引荣王殿下，怎么，你想爬上殿下的床，成为他的女人吗？郡主，我是伺候王爷的人，什么时候勾引他了？就算王爷对我不错，也是王爷的好，跟成为他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尚雨婉不理会凤青鸾的话，挥拳朝凤青鸾脑袋打去。何燕郡主，这是在楚王府的喜宴上，你确定要将事情闹大？你再动手，我可喊了。什么楚王？本郡主才不管他呢！今天本郡主就是要收拾你。他以为莲心只是个小婢女，哪里会什么功夫，他可以随意打磨。等尚雨婉再一次挥拳朝凤青鸾脖颈袭来时，凤青鸾从他胳膊下绕出，迅速地点了他的穴道，掐住尚雨婉的下颚，往他嘴里扔了一颗药丸，强迫他咽下去后，又解了他的穴，飞速离他5米之远。你给本郡主吃了什么？你的嘴有点臭，最近肠胃不好吧？内药可以帮你肠胃蠕动，排气通便，我是为了郡主好。郡主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尚雨婉摇头，她没有哪里不舒服。可是没一会儿，肚子传来咕噜咕噜的声响，接下来安静的空气中响起了一声屁响。郡主，奴婢扶你去凉亭坐坐，你休息会儿。不用，一个贱婢谋害本郡主，本郡主这就将他打了压，去荣王面前讨公道。尚雨婉运气，再次要朝凤青鸾打去，肚子又传来了不舒服的咕噜声，接着一个毁天灭地的臭屁放了出来。郡主，你不舒服，奴婢扶你去休息。尚雨婉这下也慌了，她一个金尊玉贵的千金郡主，怎么能放出巨响的臭屁呢？她赶紧捏住鼻子往凉亭走，有了第一个屁，就有第二个屁。才走了2步，尚雨婉又开始放屁，空气中炸开噼噼啪啪的放屁声。虽然大部分宾客都在正厅恭贺楚王，仍有一些在外面的院子，只听到他放鞭炮一样的放屁声，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嫌弃，快步离开这片区域。贱人，他在戏耍本郡主。他羞愤不已，想快点离开，找个没人的地方方便。谁知凤青鸾进了正厅后，将尚雨婉身子不舒服的事告诉了高阳王夫妇。高阳王一听女儿出事，连忙出来。他一出来，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出来关心何燕郡主。一群人走到院子，闻到空气中传来的难闻臭气，众人脸上都垮了一瞬。父王母妃，不要过来！随着他说话，一连串的臭屁又不停地奔放。站在高阳王夫妇后的一群人脸上都露出了皲裂的表情。高阳王妃疼爱女儿，知道是她肚子不舒服了，忍着屁臭走过去。来人，快带郡主下去休息，传太医来。高阳王也反应过来，黑着脸朝后看去。其他众人见势不对，退回正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母妃，救我！高阳王妃焦急地带着尚雨婉走，没走出2步，又听到哗啦的流淌声。尚雨婉实在没忍住，拉裤子里了。空气中再次传来铺天盖地的臭味，尚雨婉再也忍受不了这侮辱，两眼一翻，晕死了过去。被丫鬟们拼着臭死的几率将她抬去了后面的房间。听到外面的动静，谢晋看到凤青鸾像一只得逞的小狐狸，摇着尾巴高兴地进来。你做了什么？没什么，不过是教训了一个本该得到教训的人。高阳王带着人回了厅内，谢燕问他发生了什么。小女身体不适，府上有府医，我让白大夫过去看看。多谢殿下。虽然谢燕让凤书瑶出来如约举行喜宴，是因为抬凤书瑶为楚王妃的圣旨下来了，若不举办，其他人必定猜忌。谢燕强颜欢笑地与宾客们言笑晏晏。到了谢晋这里，他倒了一杯酒。王叔，那日的事儿，侄儿多有冒犯，今日向你赔罪。他一饮而尽。皇叔，凤青鸾怎么没同你一同来？是凤青鸾救了他的命，他误会了他2年。以前宠凤书瑶时，他对凤青鸾做了许多令他伤心难过的事。你不知道他为何不来？是侄儿失礼了。他端着酒杯去了别处。凤书瑶很高兴，不管怎么样，谢燕总是爱他的，不然也不会将自己放出来，昭告所有人，他真真正正的成了楚王妃，全了自己的心愿。他有意无意地瞟向太子的方向，几日没见，太子又比以往更俊美了。他终于坐上了楚王妃的位置，以后能为太子效力的地方更多了。谢恒一个眼神都没有朝他看来，以凤书瑶拙劣的手段也能爬上楚王妃的位置，谢燕真是个蠢货，被女人玩得团团转，就这等智商和眼界，还想与他争夺皇位，简直是侮辱了他。凤青鸾看着3人之间的眉目神情，跟开了上帝视角一样。谢燕应该还没有察觉凤书瑶与太子之间的关系，他早早给他准备了大惊喜。不过今天嘛，他得先接受另一件事。
殿下，京兆府的人来了。知道了，让他自罚3杯。王爷，他们不是来贺喜的，是来抓人的。有人去京兆府举报了凤二老爷放印子钱，涉及数额不少。京兆府尹亲自带人过来了，他知道王府在办喜宴，没有进门，在门外候着，还请殿下快出去处理。宾客们都在厅里，不要将事情闹到这里来呀，低调解决了为最好。去把凤正带出来。与宾客们打了招呼，谢燕带着凤正去了府门前。殿下，今日府上办喜宴，下官本不该来打扰，但事关重大，下官必须前来抓人，请殿下体谅。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殿下，半个小时前，有人来京兆府举报，说凤二老爷私放印子钱，数额高达5万两白银，涉系人员上百名，他所放的皆是赌坊中人，来举报的也是5名赌徒。属下已派人去了凤二老爷经常出没的几个地方，找到了证人和证据，所以来楚王府缉拿凤二老爷回京兆府问询。数额高达5万，谢燕吃惊地看向凤正，他不是从侯府赶出来时身无分文吗？哪来的钱去放印子钱？楚王，我是你的岳丈，我不想去坐牢，你帮帮我。你把他带走吧，他的事本王概不知晓，本王也没有给过他钱让他犯罪。侯知之，你查清楚，别给楚王府蒙羞。是，殿下。他挥手，2名衙役走上来，压住凤正，将他带走。舒瑶，舒瑶，快出来救救你爹！你爹要被人抓走了。知南听这好像是自家老爷的声音，跑到门口来看了一眼，看到京兆府的人在抓凤正，脸色一白，跑去告诉凤书瑶：王妃，不好了，有官员在抓王爷，就在门口。凤书瑶一听，快速朝王府大门跑来。他出来了，其他的宾客们也都跟出来看情况。看到乌泱泱的一大片人全都朝着王府门前走了出来，谢燕气得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跳了起来。还不快将他拖走！舒瑶，救爹，救救爹呀！凤书瑶冲到凤正面前拉住他：你们为什么找我爹？放开他，放开！王府门前出现拉扯，路过的百姓们纷纷驻足看情况。看到围着的人越来越多，谢燕想杀了凤正和凤书瑶的心都有了。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儿？新王妃的父亲凤二老爷偷放印子钱被人举报了，京兆府的人带着衙役来抓人。还有这种事啊？放印子钱？这可是谁都不敢去碰的。这凤二老爷他怎么敢呢？还不是倚仗楚王给他撑腰，人家的女儿可是楚王的爱妾，现在又是楚王妃了。他母亲能当众羞辱前楚王妃，他父亲放点印子钱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儿。果然他不是一家人，就不信一家门。这对夫妇是真能折腾。听说楚王妃的母亲被关在大理寺，还没有放出来，这他爹又犯了更重的罪，怕是也要进去蹲大牢了。楚王真倒霉，举办喜宴呢，遇到京兆府当场抓人，楚王的名声怕是又要更加败坏了。景王心道，何止是名声败坏，说不定楚王还会被凤书瑶父女俩拉下水。要是他也参与了放印子钱的事，他是皇子带头犯罪，父皇绝对不会轻饶了他。我是楚王妃，我命令你们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准动我爹。殿下，你说句话，别让他们把我爹带走。凤书瑶，你放开他，他什么都没干，自然会无罪释放。你在这里闹成什么样子？刘琦，去把王妃拉走。柳琦上前拽住凤书瑶，将她脱离与凤正的拉扯。侯志志朝谢燕拱了拱手，带着凤正走了。事情闹成这样，宴席没有办法再进行，让大家看笑话了。本王有事要处理，诸位愿意留下的继续用膳，想离开的请自便。宾客们都很识趣的称家中有事，一波二波的离开了楚王府。凤青鸾与谢晋也上了荣王府的马车。放下帘子后，凤青鸾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这局是你做的吧？怎么会这样问？你和凤书瑶有过节，谢燕以前欺辱你，你不是个什么都不计较的人，会轻易放过他们？你继续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凤正在放印子钱，没有识破，特意在等楚王府的喜宴揭穿此事？说的没错，我知道凤正在做这事，我也知道他的钱是从凤书瑶那里拿的，放任他做了1个月，金额越累越大，等到今日让人去告发，京兆府就来抓人了。我是这么计划的。可是你猜，为什么京兆府知道楚王妃的父亲在犯罪，还是在楚王府的喜宴上，还带人过来搅了他的婚宴，闹得人尽皆知？他明明可以顾及楚王的名声，不用冒着得罪楚王的风险，将事情压下，等明日再来楚王府。你的意思是你不过是挑拨了事情让人告发，有另外的人施压京兆府，必须今日到楚王府抓人，这样无疑将事情闹到了明面上来。百官和百姓们也都是知晓了此事，皇帝定然也会很快知道。那当然，要对付谢燕的人不止我一个。你要不猜下给京兆府施压的人是谁？太子。
为什么不猜是景王？景王看起来对楚王的敌意更大，他最巴不得楚王天天踩雷，好去落井下石。正因为他不太想让谢燕好过的心思摆在了明面上，所以才不会做这些让楚王实力一眼能看穿是他做的事来。景王看似只是刺猬，对楚王对太子都不满，实则是胆大心细，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是个草包。而太子就不一样了，太子从小在东宫长大，比其他皇子更见识到了宫中的勾心斗角，他的心思最为严密，他要动手自然也是最隐晦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太子接管了大理寺总长司之职，京兆府尹是他的下属。不愧是荣王殿下，这么短的时间想到了其中关窍，厉害！我知道太子与谢燕不对付，将凤正放印子钱的事透露给了他，相信凤正被抓只是开始，后面太子还有更多动作给谢燕使绊，我们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马车说着话，后面远远一个巷口，两个男人目光疑惑地盯着他们的马车。那个婢女怎么与荣王乘一辆马车了？她应该随行在车旁才对啊。的确，哪有奴才和主子共乘马车的？还是一男一女，不同寻常。可是要那个婢女的头颅啊，那婢女与荣王出行形影不离，咱们难以找到机会下手。连兴是荣王的人，要想得手哪有那么容易？荣王府守卫森严，咱们想混进去抓人不可能，只有等机会，他下次出来时再看情况。啊，这次先撤。对了，一族那边的情况如何了？那边估计也不容易，不管是连兴还是凤青鸾，都不容易得手，且行且看吧。马车回到荣王府，刚停下，管家带着一个人快步走了出来。王爷，你们终于回来了。荣国公府的廖小姐病倒了，请凤小姐过去看诊。殿下，奴婢来找凤小姐，管家说凤小姐不便见客，要等你回来了之后再说。我们家小姐情况紧急，还请殿下去给凤小姐说一声，请凤小姐去荣国公府走一趟。洛灵怎么了？今天上午奴婢陪小姐逛街，不知道在街上碰了什么，我去之后小姐哮喘发作，吃了凤小姐给的药后平息了，没过多久小姐嘴唇乌黑，浑身脱力，发热发汗，陷入了昏迷。太医说小姐是中毒了，没办法姐，夫人急得不行，让奴婢过来请凤小姐，可凤小姐奴婢没见到她。王爷，奴婢这就去请凤小姐出来。说完，凤青鸾朝府里跑去了。回到院子后，凤青鸾扯下人皮面具，换上平常穿的衣服。翡翠看到凤青鸾出来，眼泪啪嗒啪嗒的流下来。凤小姐，我家小姐出事了。先别哭了，去国公府。潇湘院，廖洛灵躺在床上，她脸色雪白，嘴唇泛青，一看便是中毒的征兆。凤青鸾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拿起廖洛灵的食指，扎了一管血放进空间。你家小姐今日都吃了哪些食物？翡翠汇报。凤青鸾道：不应该啊，这些食物都不可能引起哮喘发作，除了吃的，她还有碰到过其他异常的事物吗？有一件事不知道算不算异常，上午小姐在街上的时候被一个人撞到过。什么样的人？是个中年女子，她路过小姐身边时崴了下脚，撞到了小姐的手。凤青鸾掀开被子，查看廖洛林的衣服，这一看发现了不对劲儿。廖洛林右手袖口有能引起哮喘发作的花生酱，凤青鸾用棉签将花生酱抹了点下来，嗅了嗅，是玄红，强毒之物，不小心沾染会通过毛孔进入身体，造成中毒。平夫人，你们先出去，我给洛林解毒。所有人出去后，凤青鸾将廖洛灵带进了空间。国公夫人在外面急得踱步。哎呀，荣王，有人要害洛灵，撞到他的那个女人故意给他下毒。我们荣国公府向来与世无争，与世家们也没什么纠葛纷争，为何会有人盯上洛灵来害他？荣王，你一定要追查那名可疑的妇人，别让她逃走了。谢剑暗忖，对方或许不是无缘无故盯上洛灵，可能与他们有关。对凤青鸾来说，廖洛灵是他颇有关系的好友，廖洛灵是自己表妹。黑衣组织想对他们动手，目前可以利用的人只有洛灵。荣王，舅妈只有洛灵一个女儿，她也是你舅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你一定要保护好她。我会派人暗中保护她。平素俊心中安定了一些。廖洛林的毒没有想象中的难解。1个时辰后，凤青鸾从医疗室出来，打开门，翡翠端来茶水。凤小姐累了吧？夫人让我给你送茶水来。凤青鸾端起茶杯。国公夫人和殿下在哪里？他们在隔壁房间，奴婢过去告诉他们。凤青鸾将茶水送到嘴边，正要喝下，察觉哪里不对劲，偏头看向翡翠。你说这茶是国公夫人让你在这里等着我出来准备的？是的，凤小姐。凤青鸾眼眸一厉，抬手将茶水朝翡翠泼去。翡翠下意识的躲避，立马暴露她会武功。你不是翡翠，你是谁？贾翡翠目露凶光，袖中抽出短臂朝凤青鸾脖颈袭去，两人在门前院子打了起来。你怎么发现我不是的？茶水的温度，国公夫人让你准备茶水送来，你无法预料我什么时候出来，但是我一开门，茶水就端了过来，是冰凉的，说明你一直在这里等我。不愧是凤小姐，心思缜密，连这点小小的失误都被你发现了。是你给廖洛林下的毒。
没错，你将侯府老夫人送去荣王府藏着，与你亲近有关系的人，除了廖洛林还有谁？总不能是姓凤的那几个被你赶出侯府的人。你是黑衣组织的人。上次让你逃走，落在我手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看你还能撑多久。他掌心射出几道弩箭，凤青鸾灵敏避开，忽而脚步一晃，他视线晃了晃。你在杯子上下了毒？没想到吧，你医术高明，我的毒术也不是吃素的，束手就擒吧。翡翠的匕首朝他的脖颈刺来，凤青鸾踉跄着往后退，接着脚步不稳地向后倒去。谢晋及时出现，从身后接住了他，一掌击向翡翠，将其与翡翠打在一起。谢晋扶着凤青鸾坐到地上，看到他右手指腹出现黑紫色，眉心紧抿，点了凤青鸾手臂的穴。凤青鸾调出银针扎入穴道，那正在向手臂蔓延的毒素停止向上。谢晋抽出银针扎破凤青鸾的五指，运气在银针的辅助下将毒血从指尖逼出。凤青鸾右手恢复了知觉，长舒了一口气。将军很快将他拿下，压到谢晋面前。他看到凤青鸾的指尖毒血被逼出，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这是我最得意的玄毒，没有解药，任何人都解不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没事了？不可能。是吗？你最得意的毒，在我这里连个难题都算不上，在我面前炫耀你很厉害，不过如此。说吧，这次你的主人抓我，又想做什么？抓你去研究，你从这个异世界来的妖灵。凤青鸾眸光轻眯，扔出了一根银针，点了翡翠的穴，防止他自杀。承认了你背后的主子是谁了吗？迷途藏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出来。把他关起来，别让他死了。将渠压着翡翠走了，凤青鸾这才感觉谢晋搂着自己的手臂有些紧。你为什么不喊？我忘了。他没想那么多，翡翠是廖洛林的贴身婢女，他出来时没怀疑过她。快派人去找翡翠。此人假扮翡翠，换了他的衣裳，说不定翡翠遭遇不测了。凤小姐，就是这人给洛林下的毒吗？他好大的胆子，竟混进了国公府。他为什么会盯上洛林？凤小姐，你没事吧？谢晋将他打横抱起。将渠守在洛林门前，不准人靠近。抱起凤青鸾去了另外的房间。平素俊反应过来，府里出了奸细，赶紧进了廖洛林的房间，守在他身边。谢晋将凤青鸾放在床上，凤青鸾往嘴里塞了一颗解毒丸。王爷，凤小姐，翡翠姑娘找到了，她被人打晕，扔在柴房，已将她安顿好。彻查国公府，揪出可疑的人。凤青鸾在荣国公府抓奸细，谢燕将凤书瑶带回了西陵轩。凤正凤印子前的事与你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谢燕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本王再问一遍，他的钱是你给他的吗？谢燕，你打我！本王问你的问题，快回答！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钱。谢燕用力将他一推。好疼，我的肚子好疼。要是京兆府的人查出来你父亲的钱来自你手里，本王饶不了你。谢燕说完，愤愤地离开了西陵轩。凤书瑶伏在地上，痛苦地哭着。小姐，去把白花皂叫来，我肚子好痛。小姐，王爷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入西陵轩。他要让本王妃痛死吗？小姐，王爷迁怒于你，接下来怎么办？你不是说他对我还有感情吗？如今看来，他是恨不得杀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一桩桩一件件，每次都是让谢燕讨厌我的。是啊，小姐，奴婢也发现了，最近的事情都是冲着你来的。莫不是有人在暗箱操作，故意将这些捅出来，为了要扳倒小姐？你说的没错，肯定是这样。谢燕是指望不上了，他发现不是我救的他，还能看在2年情谊的份上对我没那么厌恶。可出了父亲的事，影响到了他的王位，他是怕父亲牵连他才会质问我。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马上写封书信，你去见太子，让他帮忙想办法救我爹。奴婢一定办到。凤书瑶咬牙坐到桌边去写信。其实不用他写，今天的事太子也看到了，太子不方便出手，他想让他暗中解决。凤书瑶将写好的信装好，拿给芝南。我为殿下做了那么多事，殿下一定会帮我的，你拿出去，千万别被人看到了。奴婢知道。他果真出去了？是，侧妃，他出了西陵轩，往王府后门去了。狄曼丽心底佩服，还是凤青鸾了解谢燕和凤书瑶。他预测今天这事发生后，谢燕会恼怒凤书瑶，建议他派人盯着西陵轩，就看到了芝南偷摸出了楚王府。这个节骨眼上，凤书瑶还能求助谁帮他吗？哼，让人去拖延芝南，我带王爷过去，
如宝公公，我们家小姐有急事求太子殿下帮忙，麻烦你将这份书信交给殿下。知南姑娘，楚王府的事奴家听说了，这时候你还有胆子跑出来，不怕被楚王发现吗？凤正犯的罪是重罪，就算是太子也不可能将他保住。你回去告诉你家主子，不要对太子抱有太大的期望。太子的意思是不管我们家老爷了，我们家小姐呢？凤正自作自受，什么都敢碰，那是他罪有应得。至于你们家小姐，如果能度过这次难关，继续给太子传递楚王府的消息，殿下还是会重视她的。你让她最近安分点，不要在风口浪尖上再过来联系。今日就这样吧，其他的事儿等过了这阵风头再说。谢燕万万没想到，凤书瑶竟一直在给太子传递楚王府的消息。他是谢恒安排在楚王府的眼线，他是太子的人。谢燕的手紧握成拳，眼中闪过嗜血杀意，抬脚要踹门进去杀了两人。狄曼丽快速点了他的穴道，把他抱住拖走。外面传来的动静惊到了屋内的人，如宝赶紧让知南闭嘴，来到门口查看情况，什么都没发现，对知南道：“你快走吧，这段时间不要联系，走。”知南没有办法，被他赶了出来，避人耳目的往回走。狄曼丽看他一脸受伤，心也跟着难过的劝道：“王爷，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你忍耐一下。”你解开我。狄曼丽犹豫了下，解开了谢燕的穴道。王爷，两个奴才在传递消息，不是凤书瑶和太子私下见面，咱们不能轻举妄动。凤书瑶是奸细，是太子的人，本王那么信任他，结果是太子的骗局，这对狗男女！我知道王爷生气，这事放在谁身上都难以接受。可是王爷，凤书瑶向太子传递了那么多楚王府的信息，简单处理了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既然我们知道他是太子的人，何不利用这点，继续被他蒙骗，然后找机会让他传递错误的信息给太子，也好报这2年的算计之仇，说不定还能借他一举扳倒太子。我们在暗，他们在明，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利。你说的没错，是该利用他对付太子，幸亏你提醒了本王。谢燕带着怒气回到王府，去了西陵轩。王爷，是父亲的事情问出了什么了吗？你做了什么不知道吗？柳琪，拿家法来。柳琪去书房取来谢燕的鞭子，听到要用家法，凤书瑶只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厥。楚王府的家法是一根有倒刺的鞭子，打到人身上能挖出一块肉来。王爷，王妃身娇体弱，怎么能经得起龙鞭摧残？求王爷看在王妃的情分上，饶过王妃吧。谁来求情，与他同罚。柳琪拿来鞭子，谢燕接过，狠狠一鞭子砸到了凤书瑶的腿边。王爷，求你不要这样对臣妾，臣妾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请王爷给臣妾一个机会吧。王爷难道一点也不爱臣妾了吗？谢燕甩起鞭子抽到凤书瑶的手臂上，炸开一道血痕。这2年来本王给你的都是最好的，就差没把心掏出来。你欺骗本王，把本王当傻子耍。本王没杀了你，也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他又是一鞭抽在凤书瑶的背上，谢燕快被气疯了。他就说这2年来做的事情明明都计划得很好，可谢恒总能完美避开。他之前怀疑是不是府上出了奸细，搜寻一圈没有发现，没想到奸细是他日夜睡在一起的枕边人。想到这，谢燕挥起鞭子再次落到凤书瑶身上。王爷，好疼，求你饶了臣妾，求你。因为太过气愤，谢燕瞳孔布满了红血丝。直到这时，谢燕才体会到了真心被辜负的痛苦，再次扬鞭毫不留情地打在凤书瑶的腿上。王爷，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王妃会没命的。王妃得到教训了，她从来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伤，再打下去，她会死的。王爷，谢燕盯着凤书瑶，凤书瑶嘴角流着鲜血，昏迷了过去。王爷，可以了，再打下去，恐怕她真的要以命呜呼了。谢燕胸脯起伏，在这一刻，她真想就这么打死凤书瑶算了，她怎么会栽在这个女人的手上？王爷，她还要替你给太子传信呢，不是死的时候，请你忍下这口气，总有一天，她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王爷，以大局为重。狄曼丽感觉谢燕的手松了，从她手中拿走鞭子。来人，把王妃送回房间，让白大夫去看伤，保住她的性命。几个婆子上来，心惊胆战地将凤书瑶抬走了。
谢燕失神地坐在椅子上，想起以前凤青鸾对他掏心掏肺，被他踩在脚下，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自己了。白华藏刚回来，看到凤书瑶浑身是血趴在床上，探了探凤书瑶的鼻息，赶紧让直男去准备热水，脱掉凤书瑶的血衣，给她处理伤口。经过一番救治，保住了凤书瑶的性命。发生了什么？直男将谢燕对凤书瑶动用家法的事与他说了。王爷肯定知道了，老爷封印子钱是小姐给他的了，才会气得差点打死小姐。可王爷的气性也未免太大了吧？这点小钱就要置小姐于死地，也太狠心了。不可能，凤二老爷被京兆府带走之后，我一直藏在京兆府门外，就是为了探听关于凤二老爷的审问结果，没看到王爷去过京兆府啊。那王爷为何要对小姐下这么重的手？会不会是因为其他的事啊？不管王爷是为了什么，就算小姐度过了这次，在王爷那里也不会再恢复往日的荣宠了。事已至此，白大夫，之前奴婢与小姐协商过，等到了要紧关头，要请你帮忙。我们这样做。直男凑到白华藏耳边，将他与凤书瑶之前的商议方案告诉他。王妃想让自己有孕？没错，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白大夫能帮小姐做到吗？为了她，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荣国公府，江渠命人将贾翡翠关进柴房后，又命侍卫们彻查府里，只留了2个人守在贾翡翠的门前。装扮成小厮模样的黑衣组织的人见侍卫们都忙着去调查，扔出暗器将看门的人打晕，偷溜进去将门关上。玄红娘，你不是说你一个人就能抓住凤青鸾吗？在主子面前大放豪言，现在被绑在这里，连动都不能动弹的人是谁呀？呸！2个狗崽子，还不快给我解开穴道！说什么风凉话！两人呵呵干笑，伸手去解玄红娘的穴。电花火石之间，一道暗器从窗外打来，是陷阱，快走！他顾不得去救玄红娘，抬脚朝门口跑去。忽然，迎面一句极其强烈的掌风从门外打来，小厮躲避不及，被那霸道的掌风打在了胸口，当场死亡。剩下的小厮见状，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江渠拔剑朝他杀去。谢晋也从外面进来，略一出手，小厮被江渠捆好，扔到玄红娘的脚边。王爷，剩下的奸细已经抓到了，要带他们回王府审问吗？不用，你们出去，我来审他们。他一定要从这2人嘴里知道迷途的藏身之处，迷途纵容不得。凤小姐，你准备怎么审？这里没有审问工具，要不属下去给你找下来。我自有办法。出去。江渠见自家主子一点也不好奇，说完这2个字后自觉出去了。他也不好再继续留在这里，跟着谢晋走了。一炷香时间后，凤青鸾从房间里出来，江渠走进来，看到2名刺客身亡，嘴里吐着白沫，瞪着眼睛，死不瞑目。凤小姐，问出什么了吗？迷途藏在京城一座名叫关园的宅子，是皇帝给他安排的新的炼丹药的地方。凤小姐厉害，属下看他们身上没有伤口，你是怎么审出来的？吃药加电击，铁人也能张嘴。今天晚上我们去夜探关园。晚上，3人来到了关园外，谢晋揽着凤青鸾施展轻功进到院子。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凤青鸾以为经历了雷鸣塔失火之后，迷途在炼丹之地会守备更加森严，哪想知他们到了院子里许久，连一个鬼影都没有遇到。难道贾翡翠说的是假的？迷途根本没在这里？但他的审问绝对不会让贾翡翠有撒谎的可能。问题没出在他这边，那就是迷途告诉了贾翡翠错误的信息。最后一处搜寻后离开这里。3人准备撤退，听到了前面的房间传来呜呜咽咽的声音，几人快速打开房间，角落里捆绑着10几名年轻男女。3人上前帮他们将绳子解开。大侠，求你救我们出去，我们都是被抓来的，不想死在这里。别害怕，跟我们走。走。事出反常必有妖，果不其然，在他们将人质带着往外走时，院子的上空飞出了10几名黑衣人，他们投掷暗器朝着院中的一群人射来。凤青鸾手中出现狼牙棍抵挡暗器，他明白了，人质是诱饵，对方故意引他们来的。暗卫门见黑衣组织的人出现，冲出来保护谢晋和凤青鸾。霎时间，整个院子里刀光剑影。带他们先走。不走，去房间。官员所处的地理位置太偏，官兵知道这边出事要赶来也需要时间，人质手无寸铁，强行将他们带出院子，万一再遭到下一波人的埋伏，不仅救不了他们，他和谢晋这边的人也都会因为有后顾之忧而折在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到房间，将所有人放进空间带走。凤小姐，将他们带回房间，我们会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行。按我说的做。江渠看向被4、5名黑衣人围攻的自家王爷，咬了咬牙，让2名暗卫过来护着人质，边打边退进到了一个房间。凤青鸾退到房间后，让江渠出去关上房门。
女侠，求你不要把我们留在这里。有头发被那个戴面具的人叫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他肯定被杀了，我们不想留在这里等死。想活着，听我的话。他拿出一瓶药丸倒在手中，吃下它，睡一觉，再醒来时你们就安全了。看着他掌心黑黢黢的药丸，孩子们眼中流露出惊恐，没有人上前来取。刺客太多，你们不会武功，跟着有危险，服下药丸，我保证一定会将你们安全带出去。一名看起来16、17岁、长相机灵的小姑娘拿起一颗药丸吞入口中。我相信女侠姐姐不会骗我们的，咱们手无缚鸡之力，跟着会拖累。我吃了药，没有任何不适。快没时间了，大家过来将药分下去吃了。在他的劝说下，其他人也不再犹豫，服下药丸。凤青鸾让孩子们靠近，拿出喷雾迷药，在他们上方的空气喷洒，孩子们晕倒在地上。确保所有人都昏睡过去，凤青鸾意念一闪，将他们全部带入了医疗空间。凤小姐，他们呢？他们很安全。他握紧了狼牙棍，对准最近的黑衣人左臂胳膊扫去，再一次割破了一个黑衣人的左臂衣袖，在他的手臂上也有一条盘旋的青蛇。凤青鸾朝谢晋的方向大喊：他们是银蛇的人！谢晋眉心一凝，也看到了黑衣人手臂上的刺青，与他5年前见到的江湖上的第一杀手组织银蛇一模一样。银蛇杀手重出江湖来杀他们，说明5年前银蛇的组织根本不是如江湖上传闻的被灭了，而是被人隐藏了，暗中为迷途和皇帝效力。就在两方之间的打斗陷入焦灼时，又来了一拨人出现在房顶上。世子，怎么有2帮人？咱们对付谁啊？不管他们，先救人。是，世子。几人跃下房顶，避开打斗，去各个房间搜索。尚修冉落到下方的院子中，随后赶来的尚雨婉看到这里打得不可开交，皱了皱眉，跟在尚修冉身后。哥，他们是些什么人？咱们要不要帮忙？不管。两拨人都蒙着面，看起来个个都不是泛泛之辈，贸然加入战斗对他们不是一件好事。你想找的人在我这里，帮我对付杀手，我把他们还给你。听到凤青鸾的说话声，尚修冉一下子认出了他。凤青鸾，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要找的人被凤青鸾救走了吗？尚修冉看向另一边以1敌5的那个蒙面男人，凤青鸾在，他应该是荣王。尚修冉略一思索，来到凤青鸾身边。你将他藏在何处？一个安全的地方，是这群黑衣人抓了人质关押，杀了他们。好，这群人犯了这么大的死罪，是该诛杀。尚雨婉不明白，不是说不要管吗？怎么哥哥却和黑衣人打了起来？荣王殿下，没想到5年后我们还会再见。你为迷途卖命，5年前发生了什么？国师给了我们重活的机会，我不想与你对上，可国师要杀你们，任何阻碍国师之路的人都是银蛇的敌人。荣王殿下，对不起了。5年前，谢晋从战场上回来时，曾意外救过狼峰。你既然决定沦为他人的杀人工具，那就不能再存活于世。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凤青鸾发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银蛇杀手们的痛觉似乎比平常人低，剑伤砍在身上，他们仿佛没有知觉一样，可以继续作战。有几个活口，他怀疑这些人是被做了什么手脚的，如同战斗机器人。好在他们这边战力不弱，加上有尚修冉等人的助力，朗风见一时半会儿难以抓到凤青鸾，大喊撤。其他人迅速向周围的黑暗撤退而去，将取药带人去追，让他们走。院子的地上躺着几具尸体，银蛇杀手的身上藏有秘密，追上去说不定谁会被谁杀掉。将渠善后。银蛇杀手来了18人，6人死亡，2人被捕。谢晋来到凤青鸾身边，看到他在给尚修冉处理胳膊上的伤口。你有受伤吗？没有，尚世子帮我挡下了剑。我的人在哪里？离开官员再说。尚雨婉这才听出是凤青鸾的声音，立即炸了。凤青鸾，你怎么会在这里？凤青鸾没理会他的一惊一乍，问谢晋：“你有没有受伤？”没有。听出来是谢晋，尚雨婉再次炸了。荣王殿下，是。谢晋淡淡扫了他一眼，跟凤青鸾一样无视。谢晋虽说没事，但凤青鸾还是看到了他身上有几处轻微的剑伤。尚雨婉也看到了，急道：“殿下还说没事，这么多伤，臣女帮你处理。”谢晋将手臂上的伤口递到凤青鸾面前：“你来。”凤青鸾眨了眨眼睛，走过去给谢晋处理。尚雨婉咬牙切齿地瞪着他，好一个凤青鸾，又抢了他在荣王殿下面前表现的机会。回到王府后，凤青鸾将孩子们从空间放出来。尚修冉看到其中一名少女，放下心来：“你们怎么会来官员找人？”简秋是我父王去世老部下的孙女，我们去仓县探望，他家人说他前2天失踪，我们顺着线索从仓县查到了官员。除此之外，仓县附近几个县也有年轻人失踪，
说不定也在这10几人之内。还有这样的事？话说回来，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那黑衣人是什么来头？凤青鸾看了眼谢晋，江湖杀手。尚修染目光深了深，没等到荣王的下文，不再过问。江湖杀手，他高阳王府不想牵扯进江湖纷争中。凤青鸾为了孩子们解药，一个个悠悠转醒。经过问询，的确如尚修染所说，他们来自的地方各不相同。简秋看到尚修染和尚雨婉后，后怕的哭了出来。世子，郡主，你们来救秋儿了，秋儿好害怕。不用怕，你安全了，明日我送你们回去。其中一个小女孩听到要被送回家，来到凤青鸾面前。小姐，你就是救我们的那位女侠吗？凤青鸾点头。女孩眼眶一红，跪到凤青鸾面前。小姐，草民名叫叶林，无父无母，在周口村一带流浪，不知为什么会被黑衣人掳走。草民没有家，不想再回周口村，说不定哪天又被这些人盯上。求小姐收留草民，草民力气大，干活也利索，求小姐将草民收留在身边做个丫鬟，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的，这辈子都效忠你。他忽然说起这些，凤青鸾有些意外，还没有说话，简秋帮着叶灵请求凤青鸾道：小姐，小林子是很好的人，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在房间，害怕哭泣，是他安慰大家，鼓励我们，我们能等到小姐来救，也算有缘分，小姐不妨收留了他吧。凤青鸾皱眉，虽然他同情叶林的境遇，但有了贾翡翠的前车之鉴，不得不夺过心眼。我不缺人伺候，你没有去处，我帮你找份活做。这样也好，小林子，你可以自己赚钱了。叶林被拒绝，弱势的表情冷却了一瞬，没有再说什么，磕头感谢凤青鸾。将孩子们安顿好后，尚修染和尚雨婉带着简秋走了。随后宫里来人说陛下有旨，请谢晋和凤青鸾进宫。八弟，你可算来了，你来帮朕出出主意，看楚王的事要如何处置。荣王陛下，京兆府尹已查清楚，楚王妃的父亲奉朕所涉及的5万两银子钱，其中1万两来源于楚王妃陆续供给，他招供了，楚王妃所有钱财均来自于楚王。楚王说他不知道此事，太子顾念兄弟之情，难以决断，陛下特请荣王殿下提出建议。谢燕神情紧绷，盯着谢晋和凤青鸾。父皇将处罚楚王府的事交给谢晋来决断，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凤青鸾也没有料到夏明帝会来这么恶心的一招，明知道他们3人关系不对盘，让谢晋来处理这事。不管谢晋如何处罚，凭借他与谢燕是他前任和现任的关系，都会被世人津津乐道，还容易给谢晋拉谢燕的仇恨。夏明帝太狗了，这渣皇帝！私放印子前，奉正式主犯，奉书要帮持。楚王府管理内宅视察，此事风气不可开。楚王乃是皇子，若是轻饶，必会引起百姓不满。臣弟建议褫夺谢燕楚王封号，禁足府内反省。谢恒嘴角勾起笑意，果然让皇叔来处罚谢燕的提议是最好的。皇叔，你这是在挟私报复！侄儿之前是冲撞了你，可你也不应该在这事上大做文章。侄儿不过是失察之罪，何以严重到要褫夺封号？谢晋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谢燕，看向蹲坐在轮椅上的夏明帝。夏明帝从龙椅上站起来，踱步到殿中央。不愧是前大理寺总长司，铁面无私。大夏国有荣王在，谁还敢顶风犯罪？父皇，这事是儿臣失察，儿臣自愿领罚，求父皇降罪。夏明帝目光灼灼地盯着谢晋，他正值壮年，虽早立下了谢恒平息楚军之争，但为了不让谢恒一家独大，给他机会撬了自己，在培养谢恒的时候，他也酌情重视楚王，让他俩互相制衡。他的精心打算，想必谢晋早看出来了，让他来处罚谢燕，一试便试了出来，想折了他一个儿子，不可能随了他的心愿。父皇，褫夺封号事关重大，请您念在楚王初犯，三思。他看出来父皇并不想过重处罚谢燕，顺水人情做一个对他也无妨。谢恒的话给了夏明帝一个台阶，夏明帝直接下令：楚王管理内宅不善，卸去所有职务，禁足楚王府半年。凤书瑶目无法纪，品德有失，贬斥为通房。其父亲凤正是此次案件主犯，赐次流放5000里，永世不得回京。听到是这样的处罚，谢燕心里悬着的大石落了下来。谢燕的事情处理了，夏明帝让他和谢恒退下，留下谢晋和凤青鸾。荣王，朕叫你进宫，除了刚才的事，还有一事要你去完成。朕昨日得到上报，苍县山匪作乱，掳走数十名无辜少男少女，以致周围几个区县的百姓们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朕要你明日带人前往苍县，将山匪全部清剿，还百姓安稳。凤青鸾是你的未来王妃，朕听说她住进荣王府有一段时间了，
看来你二人感情良好，他医术高明，朕让他跟你随行，也能帮上你的忙。是，陛下。两人离开养心殿，看着他们的背影，夏明帝眼中划过一抹晦暗不明的深意。昨晚我们得知苍县有山匪掳人，皇帝就让我们明日剿匪。我感觉这件事透着古怪，你怎么看？收拾行李，安排好王府的事，前往苍县。当然，在这之前，他还得吩咐下去几件事，去见一个人。两人回到荣王府，离京时间紧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凤青鸾让狄曼丽出来见了一面。谢燕先从宫里回到楚王府后，去了西陵轩。经过一顿鞭打，凤书瑶还在昏迷中。从今日起，凤书瑶被贬为通房，一切分例以通房的来，抬走。王爷，小姐伤势严重，身边不能没有大夫照顾，还请王爷将白大夫留给小姐。哼，3日看诊一次，暂时还不能让他死了。说完，大步流星离开了。谢燕走后，管家面人来将凤书瑶抬去医院。凤书瑶昏昏沉沉，感觉有人在搬动自己，从迷糊中醒来，发现身处一个灰暗狭小的房间，直男伏在他床边哭泣。凤书瑶环顾四周，见这里不像是平时住惯的西陵轩，房内陈设简单，连一张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水，我要喝水。小姐，你醒了，想喝水是吗？奴婢这就去给你倒水。他冲到桌边，端起茶壶，里边没有水，朝外面大喊：小袁，去烧热茶来。叫什么叫？没见我这忙着吗？要热水自己烧去。一个不受宠的女人，别想着像以前一样有人伺候你呢。今后端茶递水的事，别来烦我。直男气得跺脚，无奈去小厨房端了一碗冷水到凤书瑶床边。小姐，你先润润喉，奴婢待会儿去烧热水。凤书瑶喝着那冰凉的冷水，心也如坠冰窖。从丫鬟的骂声中，她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王爷将我贬为通房了吗？直男哭着点头。我遭此劫难，爹的情况肯定更不好。你知道他被怎么处置了吗？奴婢一直守在小姐身边，外面出不去，暂时还不知道。你多打听爹的消息，想个办法，晚上让白花葬来找我。小姐不再从长计议吗？我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必须怀一个孩子。晚上，白华葬避人耳目，来了医院。白华葬没想到，想了10几年的表妹会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老天对她不薄。房间里一世春光，凤书瑶身上还有着伤，经不住折腾，到后半夜昏死过去。下官参见荣王殿下，参见凤小姐。此次苍县有殿下带兵剿匪，这相信很快就能将黑风寨那群人给全部剿灭，苍县的百姓们能安生了。把山匪的情报报来。回殿下，事情是这样的，苍县背后有一座大山，名叫阳山。半个月前，一群100来号的山匪，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聚集在了阳山的黑风寨。那座寨子上原先有一座寺庙，后来寺庙颓败之后被山匪占领，在黑风寨的下方有一个黑风口，那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要上到黑风寨必须从那里上去。截至目前为止，已有40、50人报了失踪，被抓到山上去了。短短半月有40、50人被抓，你们这些父母官是怎么办事的？哎呀，侍卫大人啊，不是下官们不做正事啊，是那山贼实在是凶狠，他们来势汹汹，作恶频繁。周围几个区县的官员们曾组织了2次大规模的进山剿匪行动，无疑不是伤亡惨重啊。他们在黑风口设下了埋伏，难以攻到黑风寨上去，所以下官们才不得不上报朝廷，让朝廷派能人之士前来帮助解决呀。你说他们半个月前占据的黑风寨，在那之前你们没有发现异常吗？这些人数量不少，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凤小姐，这一点下官就不知道了。阳山那么大，他们从其他的地方进山的也不一定啊。凤七鸾又问了几个问题，要么王良才答不上来，要么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看就是没有尽力剿匪，等着朝廷派人来处理。带路去黑风口。一行人出了县衙大门，在门口时，尚宇婉看到谢晋和凤青鸾诧异的快步走来。荣王殿下，好巧啊，你也来了苍县。凤青鸾憋着笑，要说不说，尚宇婉嚣张跋扈，一颗追汉子的心却分外坚韧。不管谢晋对他态度有多冷淡，也丝毫不泄气，越挫越勇。高阳王府的人知道你来苍县了吗？知道啊，叶林是苍县的，我送他回来，知道这边闹山匪，多留了一些时日，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想为民除害。没想到遇到荣王殿下。对了，殿下你带了这么多兵，是奉命前来剿匪的吗？这没你什么事，回去。这位小姐，请问你是？我乃高阳王府何晏郡主，给我安排一间房，我要在这里住段时间。他可是背着父皇母妃和兄长偷偷跟来的苍县，谢晋让他走，那是不可能的。
尚宇婉小跑上去，跟在谢晋身后，毛遂自荐道：“殿下，阳山我进过多次，对山里比较熟悉，说不定能够帮到你。你放心，我自作主张跟来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由我一力承担，绝对不会给荣王殿下添麻烦的。”荣王殿下赶他走，不就是担心他会出事吗？那是不是说明其实荣王还是很关心他的，只是不善于表达，才会这么冷淡？所有人到了阳山脚下，正欲进山，又遇到了一个人。凤青鸾意外，他怎么会在这里？荣王殿下，凤小姐，草民在这里等你们许久了。你什么时候到的这里？草民是一炷香前来的。草民听说凤小姐和荣王殿下来苍县剿匪，之前曾在阳山一带流浪过，饥饿的时候也进过山里打猎，对山里比较熟悉。凤小姐和殿下救过草民的性命，草民无以报答，想着来尽一份绵薄之力。你说的是真的？不会是想亲近荣王殿下骗人的吧？不是的，郡主，草民没有。你们不是要去黑风口查看地形，想上去黑风寨？山寨在占领黑风寨之前，我在寺庙里住过，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不走黑风口上到黑风寨。若殿下和凤小姐相信草民，草民这就可以带你们上去。凤青鸾对他的话持保留态度。跟上。谢殿下信任。一行人到了黑风口，前方去探路的士兵们返回来禀报道：回禀陛下，黑风口有异常，属下还没查明，请殿下不要靠近。殿下，末将先去查看。你们留下，本王去。凤青鸾与他一起，尚宇婉和叶灵也跟在两人身后。几人来到黑风口这边的山崖。王爷，两道山崖之间有一团怪异的乌黑之气，只有那里有，很奇怪。不用他说，凤青鸾也看到了。他拿出望远镜看向那团黑气。那黑气是乌云吗？看起来也不像快下雨了呀。不是黑气，是食人蜂。回去告诉所有人，全部撤退。食人蜂似乎发现了他们，原本在黑风口的上方，快速朝他们这边的山头飞来。先撤退，食人蜂有毒，尽量不要被咬到。先前带他们来的2名士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原地，让李想带人撤退。守在原地的王良才和李想听到前方传来撤退的声音，知道出事了，带领士兵和衙役们往山下跑。凤青鸾等人也退到了这里，食人蜂追了上来。哎呀呀，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啊？张大、张二，快来保护我！这些疯子无孔不入，咱们还没有跑到山下，就会被他干掉的。凤青鸾，你快想个办法，我不想被咬死。凤青鸾的情况稍微好些，他从空间取出药物喷雾，对着食人蜂，可对面数量太多，无异于杯水车薪。你知道这片区域哪里有艾草吗？好像有，在你左后方有一个地方有。带我去，将艾草点燃，再配合实验室里的杀虫剂，能逼退食人蜂。来到那边，果然生长着一大片。让人过来。江渠将士兵聚集，一群人迅速地拔起艾草，拿出火折子点燃，艾草燃烧起来。凤青鸾在艾草上喷洒杀虫剂，不一会儿，食人蜂纷纷落到地上，剩下的如同黑色雾气，又向着黑风口飞去了。士兵和衙役们一个个躺在地上，龇牙咧嘴地痛喊着：“殿下，被咬的将士太多，怎么办？”让能行动的人将伤员转移到山下。一番辛苦，众人从山上退了下来。凤青鸾给中毒严重的士兵们进行解毒。一进山就遇到了伤亡，凤青鸾隐隐担忧，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这食人蜂怎么回事？怎么像长了眼睛一样，直接朝我们方向来了？难道有人操控他们吗？太气人了！说不定真的有人操控。他想起在双峰山上遇到的驯蛇人，仅靠一个哨子将成千上百条毒蛇训练有素的指哪打哪。令凤青鸾感到奇怪的是，这次没有听到怪异的声音，对方要操控一群食人蜂是如何做到的？哎呀，出师不利，只是来查看地形就遭遇了损失，看来要通过黑风口上的黑风寨，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凤小姐，我知道另一条小道可以去到黑风寨，不过路况不好，左右两边太过陡峭，稍不注意有摔下悬崖的风险。凤青鸾看向尚宇婉，有这么一条路吗？尚宇婉懵逼，他哪里知道？谢晋也朝他看去，尚宇婉梗着脖子道：“说起来，我记得是有这么一条小路通到黑风寨，具体什么情况？又或者说，山匪可能算到我们要从那边进去，说不定有埋伏，情况就又不一样了。”说了一堆话，没一个字说到点子上。凤青鸾蹙眉：“那你就是不知道了。”尚宇婉脸上闪过尴尬。王爷，要不属下与叶林先去探路，确定有这么一条路了，再从长计议。不要打草惊蛇。是，王爷。江渠带了2名士兵和叶林一起去找他说的那个地方。尚宇婉被凤青鸾一怼，脸上有些挂不住，在江渠带人出去了之后，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黑风口左侧，探路小队来到叶林说的上山小路，这里离黑风口挺远，远远的能看到那边有一道长长的天堑。小路几乎是沿着崖壁而上，的确能看到山顶上的黑风寨。江渠上去走了走，
这条路有些滑，脚底下的碎石容易滚落，很不好走。江渠没有走得深入，直到能上去之后便回去复命了。他们离开后，躲在远处的尚雨婉看了看那条路，眼眸一转，自作主张的往山路上去了。江渠将小路的情况汇报给谢晋，休整一晚，明日上山。下面的人各自忙碌着。到了晚膳时间，李想发现尚雨婉不在。王爷，凤小姐和燕郡主都不见了。下午看到她了吗？没有。难道她回去了？凤青鸾若有所思，尚雨婉是跟来想在谢晋面前表现的，还没有展示用武之地，怎么可能回去？让人找找。江渠出去的时候，碰到王良才让人端着膳食进来。荣王殿下，凤小姐，该用晚膳了。哎，郡主还没回来吗？你知道她去哪儿了？郡主不是下午跟着江侍卫出去了吗？她没有跟王爷说吗？你看着她跟江渠出去的？下官看到江侍卫和叶姑娘带人出去，郡主远远的跟在他们身后。下官以为郡主是去追他们的，以为殿下和凤小姐知道，便没有多问。王爷，属下不知道郡主跟着的事儿。江渠带路。此时天色也暗了下来，一群人来到叶灵说的山下小道。殿下，凤小姐，要不我上去找找，说不定郡主也是来探路的，这会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带路。对于这条路周边什么情况，是否能到达黑风寨，他得去看看。我与你一起去。谢晋了一声，与凤青鸾还有叶灵一起走上小路。据说这条路是打猎高手走出来的，知道的人非常少，我也是有一次碰巧发现的。你知道黑风口能上黑风寨吗？当然知道，这条路是进到黑风寨最近的一条路，也是最好走的路。既然有一条最好走的路，你为何会选择这条路上山？多条路多个选择嘛，你看多认识一条路的好处，这不就来啦？黑风口被人占领，草民才能派上用场，知道这条路让王爷和凤小姐上去。谢晋没有说话，路上没有看到尚雨婉，不知道走了多久，三人看到前面出现火光。不要再靠近。殿下，为什么不走啦？前面亮着火光的地方就是黑风寨了。就在这里。他目光盯着前方的黑风寨，那座寺庙外面有人在巡逻走动。三人停在远离黑风寨较远的丛林，暗中观察前面的情况。就在这时，草丛传来响动，一个黑影跌跌撞撞的从黑暗窜出来。是我。说完这两个字，黑影倒在地上没了动静。凤青鸾也看清来人，是尚雨婉，他背后插着一支羽箭，鲜血湿透了半个后背。尚雨婉的伤势看起来很严重，几人快步过去。凤青鸾探了下他的鼻息，还活着，他需要尽快救治，否则会失血过多而亡。我先用些凝血的药控制出血量。谢晋一剑割断尚雨婉背后的剑，将他抱起来往山下走。一个时辰后，四人回到县衙内。他怎么了？谁把他伤成这样？谢晋将尚雨婉放到床上。你们先出去，江渠准备热水和换洗衣服，务必保住他的性命。我知道。江渠命令了下去。看到谢晋出来，他身上还有血。王爷，你们遇到了危险了，你受伤了？没有，是他自己。我们本来快要到黑风寨了，郡主从树丛后出来，接着晕倒，他背后插着剑，不知道遭遇了什么。经过一番急救，尚雨婉的命捡了回来。凤青鸾让人端来热水和衣裳给他换上，从房间出来。他没事了，但伤势太过严重，今天晚上可能会发高烧，需要人一直守着。他有没有醒过来？醒了片刻。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从小路上到黑风寨，看到寨子里有人在虐杀人质，没忍住暴露了行踪。他与几个山匪交了手，逃走的时候中了暗箭。他说那些人武功很高强，不是一般的山匪，让我们小心。黑风寨里有人等不及再杀那些孩子了，我们需要尽快将他们救出来。这样的话，那今晚必须行动了。那群变态，他们在杀的都是与我差不多年龄的人。王爷，山匪太残忍了，只要能帮到孩子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尚雨婉打草惊蛇，黑风寨今晚遭到外人入侵，必定会严加防范。我们要再攻上去，就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了。王爷，我们怎么办？今晚动手，李讲带一支校队前往黑风口，叶林你带路，本王从小道上去。那我呢？你还没有说我怎么安排？你留在县衙照顾伤患。这里除了尚雨婉离不开人，白日中了食人蜂之毒的有几个重病士兵也离不开他。行，我在这里等你们，平安回来。决定今晚进宫之后，任务很快安排了下去。大部队走后，凤青鸾去挨个检查了中毒士兵们的情况，最后回到房间去守着尚雨婉。尚雨婉还在输液，在昏睡中。凤青鸾倚在软榻上打瞌睡。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风声鹤唳，周围的空气冷了下来。凤青鸾转头看向门外，透过模糊的窗纸，凤青鸾看到外面的院子出现了2排蒙面黑衣人。凤青鸾站起身，缓步走向门口。知道我们来了，就出来见面吧，凤青鸾。
凤青鸾屏住心神，眼底透出一丝意料之中的霞光。今天晚上来的是国师迷途，他开门走出去，蒙面黑衣人齐刷刷拔出佩剑指着他，一下子见到2个老熟人。怎么，国师亲自动手了吗？不是你一直想知道黑衣组织背后的人是谁吗？如今我来了，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意外。哼，你早怀疑是我了吧？怀疑是怀疑，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认定。可今晚你出现在这里，一切都明了了。迷途，你草菅人命，趁谢晋带人出去来抓我。看来山上的那帮土匪是你安排的，在我身上用调虎离山之计，用得着这样吗？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果真是聪明。我不在苍涧之道动乱，皇帝会派你和谢晋过来吗？我若是不留尚婉瑜回来，谢晋会将你留在县衙内吗？你说的不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从你在关原救下叶林开始，你和谢晋都在一步一步走进我的圈套，将你们引来苍县，再将你和谢晋分开杀。今天晚上注定是难眠的一夜。你放心，谢晋他也会死，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赴黄泉的。哈哈哈哈。对了，我不会让你白死，你与我一样来自别的世界吧？而且你应当还拥有一个神秘空间或是系统之类的东西。等你死了，我夺了你的系统，到时候想研究什么研究什么。想要长生不老，想要青春永驻，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留在府衙内的衙役们听到这边有动静，一个个拿着刀出来。你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5年前吗？这5年来，你一直为皇帝做事，草菅人命。为了你那青春永驻，你杀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呢？我记不清了。你应该看到的，黎明塔地下室那些堆积如山的头骨，只是我这些年来杀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你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可取得了进展。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年轻啊！我今晚算是折在这里了，不妨在我死之前，让我看看你面具之下究竟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让我去到地府，我也要记住你，化成厉鬼回来找你。你别说，你还真有可能回来找我。你这具身体已经死了，你的魂魄穿越到他的身上。若是你这具身体再死一次，是不是魂魄又会再次穿到其他人身上？又或是在这个世界游荡，变成鬼魂回来找本国师？很有可能。到底会发生什么？杀了你就知道了。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他们全是银蛇杀手。银蛇组织可不陌生吧？当你杀了你父亲的那些人。迷途再次癫狂大笑，这次凤青鸾也笑了起来。哼，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笑？你难道不担心去死，不担心谢晋？还是觉得你灵魂穿越过来，就算这副躯体没了，灵魂还真的可以落到其他人身上让你复活？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我怎么会相信？那你在笑什么？当然是笑你了。你以为你的计划万无一失，让人看不出来半点蹊跷吗？哼，看出来又如何？现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你别想着谢晋能返回来救你，他都自顾不暇了。刘鬼13煞早就已在等他们进入黑风寨的路上了。叶林是你的人吧？他故意接近我，引导我们从小道上去黑风寨。你说的刘鬼13煞，应当是在那条小道上等着谢晋吧？什么意思？你早看出来他有问题。叶林的眼睛很好，我险些对他想报恩的心信服了。但你之前让人去荣国公府假扮翡翠的事，让我多留了一个心眼。熟悉的人尚且能被假扮替代，一个外来的人，殷切的想要跟在我身边的陌生人，我得更加注意。最重要的是有谢晋在，他了解皇帝，我了解你。你为皇帝办事，你这次的计划皇帝应当知道。他让我陪同谢晋来剿匪，就是为了将我们一举歼灭。所以我们发现异常，留个心眼做2手准备，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吧？你做了准备？他朝四周看去，没发现有埋伏。不对劲，屋子里不止凤青鸾一个人。你将谁藏在了屋里？这怎么可能？先前是没有人，这会不一定了。随着他话音落下，数道人影从地上站起，走到了凤青鸾的身后。看到谢晋，迷途身形晃了晃。你为何会在这里？难道你的空间能让人自由进入？除了这个可能，他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原因能让凤青鸾的屋内凭空出现那么多人。布这么一场局才能把你演出来，真不容易。去，把他们全杀了。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屋内的数道身影快如魅影，寒光照闪间去到了院子银蛇杀手的面前，风驰电掣的交起手来。迷途没时间震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谢晋已经拔剑，如同一颗炮弹朝着他飞速射来。一道人影闪过，鬼面人挡住了谢晋的一击。上次你没动真格，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吧？不留着你的性命，迷途怎么敢亲自来抓他？他旋即一闪，绕过狼峰，朝他身后的迷途杀去。
迷途惊恐的不提后退，面前划过一道寒光，接着他像是被点了穴，突的停在了原地。迷途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在他的后腰处插着2把手术刀，在谢晋攻击他的同时，凤青鸾甩出的手术刀扎进了迷途的后腰。迷途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瞪着眼睛，死不瞑目的气绝身亡。迷途死得太突然，银蛇杀手们都没有料到，尤其是狼风，他与谢晋交手自顾不暇，这个男人的功力比他几年前见到的还要恐怖摄人。还有心情分神，新仇旧账，这次本王可找你一起算了。狼风急速后退，面对再次逼近的谢晋极力抵挡。其他的银蛇杀手们这时也发现了不对劲，跟着谢晋从屋子里出来的这些人都不是好对付的，他们招数诡异多变，使用的武器也各不相同，打法狠厉果决，不是荣王府暗卫的打法，倒像是江湖高手。师兄啊，没想到咱俩这辈子还能跟5年前的头号杀手组织过招啊！他们5年前没死，是为了今晚在这里等我和师兄酣畅淋漓的打一场吧？此人名叫刘老二，他口中的师兄刘老大在对付另一名银蛇杀手。你别笑了，这些杀手不愧是曾经的江湖第一，现在看来也很强悍，小心你被他们削掉脑袋！赶紧干活，咱们这笔买卖赚翻了。刘老大和刘老二是江湖上人称双霸狂生的刘家兄弟，在当今江湖杀手排行榜中排行第3。除了双刘兄弟，如今江湖上排行第2的杀手千鹤龙部也在其中。他主要来对付银蛇杀手的头目狼风。狼风正吃力地迎接谢晋的攻击，忽然横插出来一个人打断：“你又是谁？”“你的对手。”眨眼之间到了狼风身前，经过一番交手，银蛇杀手的人看出来了，留在这里突击他们的人每个都是顶尖高手，凤青鸾是最弱的。其中2名杀手目光一对，转头朝凤青鸾杀来，还没靠近，2人被旁边一道强悍的掌力打中胸口，吐出2口血，飞落回到地上。男人高大强悍，凤青鸾望着他宽阔的身影，心情激动。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晚上，凤青鸾去找了谢晋，将研究出来的天隐煞2号解药给他。相比于1号解药，2号解药对天隐煞效果更明显，虽不能完全解了此毒，但对谢晋的功力恢复至少80%。难怪狼风在与他交锋时会那么惊讶，今晚谢晋所展示的武功恐怕是最接近他真正实力的。银蛇杀手们遭遇到了一波强劲的对手，国师已死，他们效忠的主子没有了，撤退！银蛇杀手们逃窜，飞上房檐，双霸狂生、千鹤龙部等人追去。一时间，县衙内的屋顶上、院子里、房间里全是人影打斗和爆破的声音传来。杀手们由杀手去解决。凤青鸾走向地上迷途的尸体，检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发现在他衣袖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在散发着幽蓝光芒的乌金戒指。凤青鸾拿起戒指端详，想起以前在许多小说中见过，有些穿越者携带的系统或者空间有媒介，媒介之物多是手镯、项链或者戒指。迷途的这枚戒指莫不是空间系统之类的媒介物？他看向戒指内部刻着字，凤青鸾拿出手电照射，戒指内圈刻着一个宣字。凤青鸾蹙眉，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是人名吗？谁的？凤青鸾没再思索，将它收起来放进空间。银蛇杀手想逃，他们的气势完全落了下去，不成章法。陆陆续续的，双霸狂生等人将银蛇杀手的首级一一取下。荣王，我杀了2个。荣王，我1个。荣王殿下，我们去人2个。凤青鸾看向房顶上最后剩下的千鹤龙部和狼风，狼风已是强弩之末，根本不敌千鹤龙部，最终死在了千鹤龙部的剑下，被他割下头颅扔到了院子中。我1个半。狼风与他交手之前被谢晋打伤，狼风人头他算半个。15万两酬金我不要，我与殿下比试一场，不知殿下可否赏脸？可以，等我需要的时候通知殿下。战斗结束，杀手们纷纷向谢晋报备人头数，谢晋让他们去地下黑市领赏。杀手们满意离去，留下院子里一地尸体和人头。凤青鸾佩服谢晋，猎杀银蛇的人花了100多万，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到位，江湖上多的是高手、杀手和亡命之徒来抢夺这份高薪订单。荣王殿下，刚才真是好惊险啊！您没受伤吧？这黑衣人忽然出现，吓死下官了。将尸体清理了。他带着凤青鸾飞到一匹马上，扬鞭朝阳山的黑风寨赶去。找到了，不知道闪匪是否将孩子们关在一个地方，我们得分开行动。我去把他们引开，你去后院将人带进空间，等在那里等我来接你。
我从厨房下去，你从右边走。你小心，这些东西带着。谢晋收好，快如鬼魅的身影在夜色下如履平地，很快消失在事先踩好点的路口。凤青鸾在这边等着。没过多久，下方的土匪们举着火把慌张地行动起来。在院子这边巡逻的山匪被叫走，守在门前的没有动。凤青鸾迅速换上夜行衣，找了一条可行的小路从草丛下去。他来到房屋前，凤青鸾捅破窗纸看进去，房里没人。他拿出刀将窗户割出一个洞，翻身进去。听说荣王带来的士兵们快要突破黑风口了，前面好像也出了事，咱们这组的人都过去了。要是荣王真的带人打上了寨子，咱们可怎么办？你这点胆子，大当家是怎么挑你上来做山匪的？咱们是为谁办事儿？是上头那位顶天的老大。咱抓人质的目的是为了引荣王和他那个未婚妻过来，好在这里杀了他们。你放心吧，那些人攻不上来，大当家有后手安排。可别忘了咱们手里握着38条人命，那房子里边关押着38个人。荣王不是爱民如子吗？他会顾及人质的性命，不敢对我们动手。还是程兄知道的多。而且黑风口那边到时候可能会拉人质过去，让那些士兵消停点。他们是来救人的，要是人质在他们手中死了，那回去可交不了差。有38名人质在房间里，凤青鸾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数字。在他们谈论着等完成了这次任务拿到钱吃香喝辣时，凤青鸾突然从里面打开房门，快速点了2人的穴道。2人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出口，被定在了这里。凤青鸾关上房门，沿着走廊溜进了另一个房间。凤青鸾打开房门进去，迅速关上。他回过身，不要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所有人都在这里吗？你真的是来帮我们的，不是抓我们去杀的吗？对，我来带你们走。怎么只有23人？大概1炷香的时间之前，山匪进来抓了10几个同伴出去，不知道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凤青鸾思索了会儿，决定先把房间里的人安全送到空间，再去抓几个山匪，问出其他人的下落。回想起昨夜同伴们被杀死的场景，有几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别怕，想走听我的话。跟上次一样，他拿出药丸让孩子们服下，带所有人晕过去，将人全部放进了空间。他打开房门，想要去抓一个山匪，逼问：来人，有人闯进来抢人质了，快去房间，快往那边去。凤青鸾看到无数山匪举着火把从远处快速的朝他在的房间聚拢过来。凤青鸾没再出去，他现在不能现身，意念一闪，藏进了空间。气势汹汹冲过来的山匪们踹开房门，看到里面空无一人，全都惊呆了。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人来劫人质了吗？人呢？人质去哪儿了？老子看见的，那个黑衣人冲进关押人质的房间，没看见他从里面出来，更没看到他带着人质出来。他奶奶的，那可是20-30个人啊，出来不得一大堆？是啊，一大堆人出来，怎么可能看不见？那他们去哪儿了？你告诉老子！操，见鬼了，这人质到底去哪儿了呀？给我搜，把房子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那些人给找出来。一群人在房间和四周搜寻，可他们哪里找得到？时间过去，山匪们没有任何发现，纷纷跑回来道：二当家的，房间没人，周围也没有人，他们很可能逃进山里了，咱们要不要去追？今晚的事儿很蹊跷啊，西院有人偷袭，刺客还没抓到，这边人质又被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对方是来了一出声东击西呀。传我命令下去，陈大，你带2支小队进山去追，对方带着那么多人走，目标明显，一定要将人质拦截。老五，你带一拨人搜寻山寨，将闯进来的刺客搜出来。还有张毅，你快跟上金红，让他好好看着送往黑风口的那10几个人质，让他务必送到。威胁下面的人撤退了后，人质先不要杀，全部带回来。是，二当家的。3个人立马带人出去了。凤青鸾在空间听到外面的命令，原来另外10几个孩子被带去了黑风口，这下不用再找人问了。凤青鸾只想他们赶紧离开，他好出去追。可那个叫左战的人，即使没在房中找到他，依然派了一部分人看守。凤青鸾沉思着，得想个办法让他们走。正在他想办法时，谢晋似乎预料到他需要帮助，又整出动静。明明只有1个人，却在整个黑风寨神出鬼没，弄出了千军万马的架势。一群废物，没看见他往庙里去了吗？还不快把门堵住进去！要是这都能让他逃走了，我看你们也别想活了。兄弟们，跟我来！他举刀一挥，守在人质房的数十个山匪一窝蜂朝庙里去了。凤青鸾听外面没动静了，从空间出来，到房间观察院子里的情况。兄长，你怎么来这儿了？我倒想知道你跑来苍县做什么。尚雨婉暗暗看了一眼谢晋，不敢回答，垂了眸子，低下头。尚修冉明白了，冰冷锋利的眼刀看向谢晋。荣王，
余婉的伤是怎么回事？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兄长，是妹妹擅作主张，没有告诉你跟父王母妃离开京城来到苍县。不关荣王殿下的事，我受伤也是因为自己跑出去被山匪打伤，是荣王殿下把我带了回来，一切都是我自找的，你惩罚我吧。荣王殿下，请借一步说话。荣王，余婉跟你偷偷来苍县的事儿，我相信他不敢撒谎，但你我合作也算盟友，有这层关系在，你应当保护他约束他，而非让他放纵，让他险些丧命于此。本王是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才救她，至于她不听管教，是你这个兄长的责任，和本王无关。如此说来，我还应该感谢殿下了。不需要。说完，他离开了院子。他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没空在这里为这些事耽搁。兄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背着家人做出危险之事，回京后主动向父王母妃认错。兄长，我知道。伤势如何？伤在后背，是中箭。凤青鸾看过了，让我卧床休息，其他没有什么大碍。兄长，你来苍县是来帮荣王殿下的吗？这是我与荣王之间的事儿，你无需知道。王兄，是殿下应允过你什么吗？你想说什么？兄长，有件事情我不告诉你，你也会知道。我在黑风寨中箭逃出来，昏迷之前遇到荣王殿下，我问过衙门的人我是怎么回来的，他们说是殿下抱着我回来的，我跟殿下已有肌肤之亲。房间空气的温度迅速冷凝了下来，他不敢抬头去看尚修冉，继续说道：兄长，我知道这件事怪我太想帮殿下分担，想去探路救人质，谁知道被发现。殿下抱我回来的时候，也被衙门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名声都在殿下那里了。我心仪殿下已久，兄长也知道，殿下对我没有感觉，可事情发生不了逆转，所以我想，如果兄长来剿匪，曾让王爷许下诺言，那请兄长为了我，让殿下给我一个身份。兄长，婉瑜的名声都在兄长手上了。你就这么自讨苦吃，去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身边，荣王眼里没有你，让他给你一个身份，你觉得你能坐在哪个位置？兄长，我没有选择，我进荣王府，我就只能去做姑子，或者去死，以保清白。而且我喜欢荣王，我想成为他的女人，求兄长成全吧。他与本王有诺言，他就会答应吗？会的，荣王殿下最重承诺，哥哥你帮了他的忙，他肯定会应允的。就算是入府成侧妃，我也愿意，并且高阳王府跟荣王府联姻，我想父王和母妃也会答应的。我可以帮你一试，不一定成功，你做好心理准备。谢谢兄长。尚修冉离开了房间，谢剑安排李想将抓到的山匪送往京城，让王良才的人将救回来的孩子们通知家属来领回去。尚修冉找到谢晋，待他把事情悉数安排后，将他叫到一旁，开门见山道：荣王，我想好你需要应允我的条件了。你说？我要荣王殿下娶我妹妹入荣王府。尚世子，陛下赐婚，凤青鸾是本王的未来王妃。不知道，余婉只求一个侧妃之位，这便是我答应协助荣王帮你铲除敌对的条件。荣王殿下不会失信不答应吧？本王以为世子的要求是怎样的，没想到是为了儿女情长，还是如此无礼。你说我的要求无礼？本王救尚余婉出于好意，世子以此来要挟本王娶她，别说是侧妃之位，就算是侍妾也不可能。世子还是想想别的合作要求吧。殿下不再考虑一下吗？荣王府有了高阳王府的相助，想必陛下也不会再轻举妄动，对荣王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哼，世子是真单纯还是找说辞？你以为两个手握重兵的亲王和异姓王联姻，皇帝会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吗？本王已经有了凤青鸾，不会再有其他的女人。何晏郡主还是另寻他人吧。尚修冉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不试一试，余婉不会死心。他回去将结果告诉尚余婉。怎么会这样？他说他有了凤青鸾，不会再有别的女人。尚修冉没说话，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了。他心中痛苦，凤青鸾有什么魅力能让荣王承诺此生只有他一人？兄长，我想睡一会儿。余婉，天下的优秀男子何其之多，不必一心只在荣王身上，多看看其他人。尚余婉闭上眼，一点睡意也没有，神情呆愣。这次虽攻下了黑风寨，救出人质，士兵们也有不少伤亡。直到晚上，凤青鸾才把伤兵处理完。尚余婉来找他。凤青鸾，我有事同你说。什么事？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兄长跟王爷之间达成了约定，才来苍县的是吗？说这事做什么？荣王殿下答应了我兄长一个条件，但是他还没有应允。你知道我重伤昏迷后是如何被荣王殿下带回来的？我兄长让殿下答应的条件，就是让我嫁入荣王府，成为侧妃。这是你与他们之间的事？为什么听到我要做荣王侧妃时你这般冷静？
你认为我应该有什么表现？你是荣王的未来王妃，听到有别的女人要与你争宠，你难道不生气吗？你可知道荣王殿下为了你，他不愿意对我负责。我的身子被殿下碰了，我的身孕和清白是否毁于一旦，全凭殿下一句话。他如果不想对我负责，我的后半生就毁了。可他拒绝了我。谢晋拒绝你兄长的要求，你觉得是因为我，他才不愿意娶你为侧妃？难道不是吗？从前没有哪个女人能入得了荣王殿下的眼，可是我不一样，我是高阳王府的女儿，我的君主之位是从战功上立下来的，全京城上下只有我能配得上荣王。只要给我时间，假以时日，荣王殿下一定会对我亲眼相待。但你的出现，抢夺了原本应该属于我的荣王殿下的青睐和偏宠。你不过是个被楚王休弃的下堂妃，这辈子能再嫁出去也是老天怜悯。你何德何能被荣王求娶，还独自霸占，竟连一个侧妃之位都不肯给我！你这个妒妇！你的身世背景比我好，谢晋看不上你，看上了我，你觉得屈辱？那又如何？要这么说的话，还不是你自己不如人？你自讨没趣，非要硬着头皮嫁给一个不喜欢你的男人，他拒绝你，反倒怪在我的身上。这件事我才知道，从未阻止过荣王。你一味的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不如反省自己，为何谢晋不喜欢你？凤青鸾，你居然敢这么贬低我！我哪样不如你这个被别的男人不要的贱女人？一定是你在荣王面前说我的坏话，让荣王讨厌我，荣王才不肯娶我。一定是你这个贱女人，一贯与我作对，你当然见不得我称心如意。知道我心仪荣王，就故意挑拨，你为何如此狠毒？难怪楚王要休了你，宁愿去喜欢那个庶女，也不要你。你这个没有父母教养的恶女人！上一晚，你极度憎恨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你我之间的事若牵扯上我父母，对他们不敬，我见一次打一次。谢晋这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管什么，你要争取什么自己去找他，他看得上谁看不上谁是他的事，而他看不上你更是关我屁事。这个疯女人来找他说这些话，他还跟他说这么多，也是疯了。凤青鸾压着火气去房间给剩余的士兵查看伤情，检查完最后一个后，他洗了手，气冲冲的去找谢晋。下午上一晚来找过我，他说我挑拨你，不让你娶她为侧妃，我与你是什么关系你心里清楚，不要牵扯到我。此事我与尚修然说清楚了，他又来找你，是我处理不周，抱歉。凤青鸾微愣，谢晋这么痛快就给他道歉了，让他的怒火卡在喉咙口，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那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与他不会有任何关系，这辈子也只认你一个王妃。我知道为什么上一晚会将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了，就是你这句话，他才认为是我挑拨了你。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上一晚因为下午的事情心绪烦乱，想来找谢晋。转过走廊时，看到他与凤青鸾在院子里说话。是我疏忽，后面他不会再来找你了。你最好说到做到。还有，我与你的婚约不过是形式，你不要拿我去挡你的桃花。3个月之后，我不一定会嫁给你。你想违抗圣旨？要不要做到那一步，后面再说。其他的事我不想再谈。总之，你把上一晚处理好，不要让他再来烦我。他转身要走，他一把抓住凤青鸾的手腕。你对本王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这么厌恶本王吗？我不讨厌你，也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要谈婚论嫁。我提醒你，你最好也不要有那些多余的心思。我们是合作关系，从始至终都是。达成目的了，各取所需，不要再添加多余的事情，对我们俩都好。凤青鸾，本王告诉你，我已经生了那些心思了，你又当如何？不顾你的祖母，不顾护国侯府逃离吗？你弄疼我了，先放开。谢晋看他小脸吃痛，松开了他。两人没再说话，空气尴尬。凤青鸾不知道说什么，趁谢晋没有再桎梏他，正欲离开，谁知谢晋像是知道他要做什么，刚一动作，谢晋伸手掰住他的肩膀，将人转了个圈，高大的身影朝他压了下去，温润的唇堵上了他的唇。他不想让凤青鸾走，也不想他再说出拒绝的话。谢晋的突然一吻，凤青鸾惊得愣在了原地，他全身紧绷，第一时间没有做出反应推开他，反倒是唇上那柔软温热的触感让他的心跳彻底加速，脸上也逐渐发热发烫。直到谢晋将他放开，凤青鸾才回过神来，眨了眨眼睛，找回了一点神智。谢晋低头看着眼前满脸通红的女人，那粉红的小脸上带着迷茫和被冲击后的空洞，忍不住失笑。凤青鸾，本王心于你，想娶你不是一时冲动和权衡利弊，是本王真的想娶你为妻，一生一世白头偕老。今日的事本王处理不善，连累了你。心愣了一会儿，凤青鸾听到了什么？谢晋说娶她是心仪她，那意思是谢晋喜欢她。凤青鸾抬眸看向谢晋，才发现他走远了。凤青鸾心情一团乱麻，抿了抿唇，回了自己的院子。谢晋走向暗处偷听两人对话的上虞婉，上虞婉满脸泪水地看着他。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听到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再找凤青鸾的麻烦，别怪本王不客气。上虞婉咬着唇，任由眼泪汹涌流出，伤心地离开了走廊。
接下来的2天，孩子们被各自的家人领回去，苍县的事告一段落。谢晋和凤青鸾返回京城。早在谢晋和凤青鸾带人摧毁黑风寨，并杀了国师和银蛇杀手以及刘鬼石三煞等2批顶尖高手时，消息就秘密传回了京城夏明帝的耳中。谢晋、凤青鸾，是朕小瞧了你们，你们竟有这么大的本事除掉国师，还全灭了2只杀手。好，做得好，这次没把你们弄死，反倒折损了朕的人，一群废物，全是废物。这件事事关重大，国师死了，他的长生药也没有了。谢晋进宫汇报，元朝公公去禀报了夏明帝后，脸色不好的从养心殿出来。寿安殿下，凤小姐，陛下最近身体欠佳，刚服下药休息，还请王爷和凤小姐在殿外稍等片刻。既然皇兄身体抱恙，那本王更应该请假才是。说不定皇兄得知剿匪成功的细节，他的病就好了。他说着抬步往养心殿走，元朝公公拦都拦不住，垮着脸眉眼担忧。凤青鸾心中暗赞，不愧是谢晋，皇帝都拒而不见了，有意敲打也根本不惧，直接进去见人。谢晋走了2步，发现凤青鸾没跟上，还不快走，皇兄身体欠佳，本王带你进去给他瞧瞧。凤青鸾无语，跟着谢晋进了养心殿。养心殿内，夏明帝侧躺在软榻上，听到有脚步声传来，随手抓起茶几上的杯盏扔出去。朕不是说过不准任何人来打扰吗？臣弟听说皇兄抱恙，特地带了凤青鸾来为皇兄看诊。夏明帝扭头看来，眼底是讳莫如深的恼意。汤县的事，李想回来汇报过了，你们还要汇报什么？既然李想汇报了，臣弟也别无补充。青鸾，去给皇兄看诊，皇兄身体康健，臣弟才会放心。凤青鸾嘴角微抽，一个不让汇报，一个来了也不汇报。谢晋进宫来干嘛的？故意来膈应皇帝的吗？八弟的心意，朕心领了。有太医随时候诊，朕无大碍，没事了。你们出去吧。是，陛下。他带着凤青鸾出来，走到公道上时，凤青鸾问：皇帝为什么没有发火？这次他可是损失惨重。还不是时候，剿匪中有刺客暗杀，皇帝要装作不知道，否则不是承认是他派人暗杀亲帝了吗？杀帝这个臭名声，夏明帝不会让人知道。2人出了皇宫，回荣王府。京城大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哎，楚王府又有热闹可看了，咱们快过去啊！怎么回事？楚王府怎么了？你不知道吗？楚王府的那个新楚王妃，也就是原来的庶侧妃，现在的通房，他爹不是因为私放印子钱被陛下发配流放了吗？他那个蹲大牢的娘前几日从牢里出来，得知了这个事儿，3番2次的去楚王府闹，说要见女儿。楚王被陛下下了禁闭，出不了楚王府，也不想看见他。谁知他今日直接跪在了楚王府大门前，闹得不可开交呢。大伙儿都去楚王府门前看热闹呢，哎，我也要去瞧呢。哦，原来是这样啊！不得不说，自从楚王成亲之后，在京城闹出来的话题接连不断，风波就没有消停过。楚王宠妾灭妻，落得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恶有恶报。走，我也过去，去看那通房的娘又要闹出多大的事来。凤青鸾挑了挑眉，她离开京城这些天，差不多是潘玉莲3个月牢狱之灾的最后几天了。她以为潘玉莲出来后多少会收敛一些，如今看来还是老样子。你先回去吧，待会儿我自己回来。你要去楚王府？那当然，那2人的对话你也听到了，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怎么能错过？我陪你一起去。不用，我自己去。谢晋的身份太显赫，2人一起去难免引人注意。楚王殿下，我想见我女儿，求你让我见她一面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当年是舒瑶救了你，今日就算被老爷牵连，念在往日的恩情上，楚王殿下也应当厚待她，而不是让她孤苦无依的在那个小院中受人搓磨。楚王殿下，做人要讲良心，草民别无他求，只想请殿下网开一面，让我见下舒瑶。什么？楚王宠爱那个妾室，是因为他救过楚王的命啊？难怪会宠到无法无天呐，造孽呀！哼，救命恩人又如何？凤舒瑶犯了错，还不是照样说贬就贬？你没听到他说的吗？凤舒瑶被关在了王府小院搓磨呢。这么说楚王是忘恩负义之人，真难评啊这事儿。听着百姓们的议论，凤青鸾暗叹潘玉莲是勇士，这个时候了，这些话都敢拿到明面上来说。哼，贱妇，才从牢里出来就来楚王府闹事，还被本公主撞见。来人啊，将她轰走！凤青鸾唇角勾笑，只恨手中没有瓜子。泼辣妇潘玉莲遇到嚣张姐谢莹，这将是怎样的精彩大戏，他可得好好看着了。你们是谁？放开我！他大叫，转头看见满脸怒容的谢莹，只觉得眼前突然一花，脸上挨了2个大嘴巴子。见到本公主也敢放肆大闹，看来是没人教你规矩。你们2个把她拉下去，
本公主不想看见他再出现在这里。杀人了！中央公主杀人了！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我又没有犯法，凭什么抓我？我要报官，我要告御状！你们欺负我这个老婆子，我要让陛下还我公道！也不看看你得罪的是谁？是当今陛下的公主。想到陛下面前告御状，你是活腻了吧？侍卫把潘玉莲拖到远处的巷子里，放到地上，直接拳打脚踢，密密麻麻的拳头落在身上。潘玉莲痛得龇牙咧嘴，再也骂不出来了，只能干嚎。没一会儿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晕死过去。闹事的人被拖走，谢银让人将看热闹的百姓们也赶走。看了一出好戏，凤七鸾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楚王府。谢银进府去找谢燕。皇兄，你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任由潘玉莲在府外闹事也不让人驱赶，你都不知道她说了多少难听的话，你的英明贤德全都被那对贱人母女败坏完了。这是本王的名声，本王都不急，你急什么？皇兄为何不急？潘玉莲败坏你的名声，闹到父皇那里，肯定又是一番数落。我都这样了，要名声有什么用？反倒是他越折腾，对本王越有利。他的名声在京城已经臭了，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让太子以为他看不到起来的希望了，而放松忌惮和警惕。谢恒不将过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他的身上，那他禁足半年的时间便可以重新谋划，等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打谢恒一个措手不及。他要好好利用凤书瑶，将这2年来谢恒对他所做的事加倍还给他。谢妍不知道谢燕在打什么主意，气冲冲的走了。他没皇兄那么好的心性，凤书瑶皮痒了，他要去给皇兄出口恶气。王爷，荣王和凤小姐从苍县剿匪回京了。凤青鸾，总有一日，本王会让你回心转意，重新爱上本王。凤书瑶正在打水洗衣，他走上去一脚踹到凤书瑶的屁股上，凤书瑶毫无防备，啊的叫了一声，爬起来看向来人。奴婢见过朝阳公主。你这个贱人，闹出这么多事来，皇兄为什么没有杀了你？你那个贱娘又在楚王府前闹事了，皇兄的名声都被你们这对贱母女糟蹋完了，看本公主不打死你！他怒极了，上去揪住凤书瑶的头发，啪啪啪甩了他几个大耳光。你这一家子瘟神，当初皇兄瞎了眼才会看上你，对你们纵容落得这个下场。因为你爹的事，害得皇兄被禁足，人类母妃也被父皇冷落，我要打死你！小姐，你没事吧？公主殿下，我们小姐身上还有伤，若是小姐得罪了公主，还请公主轻饶了她，要打就打奴婢吧。哼，一个小小的贱婢，敢这么跟本公主说话？碧青，去掌她的嘴，往死里打！碧青走上前，毫不客气的扬手打在知南的脸上。不要打，不要打！公主饶命，奴婢知错了，求公主放过奴婢。公主，怎么在这里打起来了？王府外有人闹事，没人向你禀报吗？皇兄不管潘玉莲任他闹，你作为侧妃也不闻不问，任由他抹黑楚王府，脏污皇兄的名声，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莹越说越生气，冲上去将凤书瑶拉起来，又是一顿毒打。公主殿下，我的好公主，再打要出人命了。王爷不管潘玉莲，自然有他的道理。好歹潘玉莲是舒瑶妹妹的娘亲，也只有这么一个娘在京城了，多少也得给她留点情分，不是？听到他这么说，谢莹还是觉得不够解气，抬脚踩在凤书瑶的手掌，使劲的摁了摁。好痛，好痛！朝阳公主，求你放过我，求你放过我吧！嫡侧妃，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再踩下去，她的手快断了。舒瑶妹妹，公主在气头上，我是劝不了，只能帮妹妹到这里了。嫡侧妃，请劝劝公主，我不想变成残废。唉，舒瑶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呢？你我好歹一同伺候了王爷一场，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护着你的。公主，凤书瑶不过是个贱婢了，没必要纡尊降贵脏了您的脚。想来她受到惩罚了，要不公主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她。哼，好，今日看在你的面子上放过这个贱婢，要再有下次，本公主打断她的腿。说完，不再管凤书瑶，与狄曼丽带着人离开了怡院。小姐，你怎么样了？小媛，快过来扶着小姐进屋。小媛看了两人一眼，丝毫没有过来的意思，抱着柴火走了。你怎么这样？王爷让你伺候我们家小姐，你这般无视，下次等王爷来，我要向王爷告你的状。算了，他不会听的。这个叫小媛的丫头，这段时间虽没欺负他们，但也没把他们当主子，无视他，使唤不动是常态，他习惯了。直男扶着凤书瑶坐到床上，忍着痛去打来清水给她洗脸。小姐，你还有旧伤，又添了新伤，奴婢去找白大夫来为你看诊吧。去请吧，另外我写一封书信，让他帮忙给太子殿下送去。
又给殿下写信吗？上次老爷出事，小姐叫奴婢去拿信给如宝，求太子保一保老爷。可是老爷还是被斥资流放，终身为奴。可见太子殿下一点忙都没有帮。小姐在楚王府的日子不好过，太子肯定也能猜到，他依然什么都没有做，甚至都没有派人来悄悄看望过你。小姐，为了太子，咱们做到如此，真的值得吗？直男，够了！若是没有太子殿下，就没有现在的我。我早死在那年来京城的路上了。太子殿下对我有恩，我今生必报。他这段时间可能太忙，楚王倒了，有许多事情他要接手，所以才没来得及顾得上我。你让白华藏给我看了病，捎一封书信出去。太子殿下抽空了，一定会派人来看我的。而且他也一定会怀上孕，让楚王重新接纳她。等再过10几天，一定会检查出她怀孕了。到时候母凭子贵，今日欺负过她凤书瑶的人，一个他都不会放过。直男没办法再劝，凤书瑶心意已决，他只能去请白华藏。凤青鸾吃了瓜之后，回了荣王府，去书房找到谢晋。黑衣组织的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也没必要再继续留在荣王府了。今日下午，我让人准备将祖母接回侯府，这段时间多有叨扰和庇护，多谢。你要回侯府？黑衣组织想暗害祖母，他不得已搬来荣王府。就算两人对外有婚约在身，他也不能一直住在谢晋府上。你祖母同意了吗？这也是他的意思。行，去准备吧。凤七鸾没再说什么，转身回院子去收拾东西了。他走后，江渠着急进来说道：王爷，你怎么能让凤小姐离开王府呢？要是她去了不愿意回来怎么办？她想离开，我若强行将她留下，你觉得她会留下来吗？依照凤小姐的性子，若是王爷强行留人，可能适得其反，引起凤小姐的反感。可是这么让凤小姐离开，属下实在是担心呢。不让她离开，本王迎娶她的时候，难道在荣王府迎娶？原来王爷已在计划成亲的事情了。好，你去看看她需要什么帮忙，帮她打点清楚。是，王爷。另一边，高阳王府。婉儿啊，苍县发生的事，你兄长跟母妃说了，你想哭就哭出来吧。荣王拒绝了你不碍事，这天下总不是只有荣王一个好男儿。除了他，咱们高阳王府的女儿，全京城的男子，母妃给你挑选好的。你不要再这样吓母妃了，午膳也没有用。饿了吧？来吃点晚膳。母妃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肴，快起来尝尝。可是母妃，我的身子被荣王殿下碰过了，我都让兄长拿条件去让荣王答应我娶我为侧妃，可是都卑微成这样了，荣王还是没有松口。这世间除了他，再好的男儿女儿都不想要，女儿只想要他。你说什么？你的身子被荣王碰过了，他把你怎么了？母妃，其实兄长并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是什么，你是故意来套我的话的。母妃是担心你兄长什么都没说，倒是荣王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你告诉母妃。尚雨婉心里痛苦得很，面对最疼爱她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嚎啕哭了起来，将在苍县发生的事，谢晋是如何将受伤的她抱回县衙内的，与高阳王妃说了。岂有此理！荣王看着端方君子，竟做出这样的事，他既抱了你的身子，就必须对你负责。我这就去告诉王爷，让他为你做主。高阳王妃说着，尚雨婉拦都拦不住，直接出了芳妃院去找高阳王去了。高阳王妃找到高阳王，将尚雨婉在苍县与荣王之间的事情与他说了。难怪婉儿回来变成这样，竟是为了荣王。我高阳府的女儿，陛下亲赐的郡主，岂由荣王糟践？夫人放心，明日一早本王就去荣王府找谢晋要个公道。王爷，咱好好与荣王沟通，若是成了，咱两家也算是联姻；若不成，你也不要太过动怒。这件事在处理好之前，切记不要闹大宣扬出去。荣王不处理，咱就让陛下做主。为了婉儿的名声，臣妾与你一同前去。王妃说的是，明日我一定心平气和。夜日早上，高阳王夫妇准备出府去荣王府，管家面色不好的从外面走进来。王爷，王妃出大事了。今日早晨，奴才出去采购，听到外面在流传郡主痴迷荣王殿下，根据沧州剿匪，不小心被荣王碰了身子，让荣王娶为郡主为侧妃，被拒绝了，风言风语传得很厉害了。这么快就传出去了？你从谁口中听来的？王妃，找不出是谁在传这件事了，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的百姓们都在议论呢，还说了许多很难听的话。奴才一听到谣言，就急忙回来禀告王爷和王妃了。他们说的难听的话是什么？他们说郡主不自爱，上赶着要嫁给荣王，说郡主不知检点，还未出阁做出这等羞耻之事。总之外面说什么的都有，也有说荣王殿下的，说他不负责之类的话。上言震怒地挥走桌上的茶盏，抽出悬挂在客厅的那把碧剑，就要冲出去。是哪些人在谣传？本王去杀了他。还有荣王那个爱情刀的，事情是由他而起，
本王这就去为婉儿讨回公道。王爷不可动怒，你没发现谣传来的太突然了吗？昨天婉儿才回京城，今天仓县的事就被传遍了，这件事很有问题。王爷不要冲动，咱们得冷静下来，从长计议。有什么可记忆的？事情闹成这样，谢晋不娶婉儿也得娶了。本王就是带兵去围了荣王府，也得逼他将婉儿娶进府。王爷，使不得啊！您冷静冷静。父王，母妃说的对，谣言来势汹汹，不可轻易被其左右冲动行事。修然，你快劝劝你父王，别让他被人摆布中了别人的圈套。父王，谣言是冲着高阳王府和荣王府来的，谢晋不可能做这事，对他没有好处。父王若是冲进荣王府闹事，必然正中始作俑者下怀，还请父王冷静。在几人的劝说下，上言终于冷静了一些，他喘着粗气坐回椅子上。哼，那你们说怎么办？咱们当做什么都没听到，装死吗？除了这事儿，外面还说些什么？昨日荣王殿下和凤小姐从宫中出来后，凤小姐带着侯老夫人搬回了侯府，外面的人也在谣传，说凤小姐本来是与荣王殿下有婚约在身，结果一从仓县回来便带着侯老夫人走了。谣传说是就是因为荣王碰了咱们郡主，所以凤小姐与荣王置气。这件事上侧面说明了荣王殿下与郡主之间确有其事，因此谣言听起来格外真实。岂有此理！这明显是有人做局，要将高阳王府的名声彻底败坏。谣言中除了脏污的骂词，事件却是真实的。传出此事的人很可能是当时在仓县的人，我会派人去调查。至于去荣王府，父王母妃不能以高阳王府的身份去，外面的谣传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这时候有人看到父王和母妃进了荣王府，大家便会更加正视谣传的真实性。那就任谣言发展下去，不闻不问了吗？当然不，谢晋应该也知道了此事，咱们秘密前去便是。修冉说的对，接荣王府的事你去安排。高阳王妃又吩咐管家，谣言不准传进芳菲院，让小姐知道。要是婉儿听到了任何风声，本王妃回来必定严惩。是王妃。荣王府一大早，江曲也听到了外面的谣言，并告诉了谢晋。王爷，你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在传些什么？说王爷毁了何晏郡主的名声，碰了他的身子不负责。他们哪里知道是尚婉瑜偷跟着王爷去了仓县，还擅作主张跑去受伤昏迷。王爷要不是看在尚世子的面子上救他，又怎么会被人传出这样的污名？说不定高阳王府那边的人知道了，还会怪罪王爷打上门来，真是太气人了。一点谣言就把你气成这样，要是发生更大的事，你岂不是要跳脚起来杀人了？王爷，属下这是为你鸣不平啊！依属下看，这次的事肯定是高阳王府散播出来的。尚婉瑜为了能进荣王府的大门，连拿条件来换的事儿都做得出来，想将自己塑造成受了委屈的人，以舆论逼迫王爷妥协。哼，他以为王爷是那么容易被拿捏的吗？谣言不是高阳王府散出去的。啊，不是高阳王府又会是谁？你没发现这件事将两府都骂了吗？对谁最有利，谁便是散播者。您说是陛下？哦，原来如此。王爷与尚婉瑜的事儿是在仓县发生的，肯定是跟着咱们回来的那些人当中有皇帝的眼线，所以他们知道的事情才这么详细。咱们杀了皇帝的国师和他的杀手们，皇帝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他必定要从别的地方将这口恶气出来。皇帝明知王爷是不会娶尚婉瑜，就将事情闹到人尽皆知，无异于将高阳王府的脸面踩在了地上。高阳王是马背上的王爷，脾气暴躁，他的女儿被人这样对待，肯定受不了。一旦脾气暴躁，冲到王府来打了起来，那就挑起了两府之争，而且还是两位手握重兵的王爷。皇帝再从中作梗，联合其他大臣掺和一下，消掉其中一位王爷手中的兵权，收归皇权也不是不可能。那王爷，高阳王府的人找上来，咱们要怎么办？等着便是。上言冲动，尚修冉可是个稳重的人，有他在，事情闹不起来。江曲点了点头，看自家王爷风轻云淡，他也没那么着急了。不知道凤小姐得知这事儿了会怎么想？她不会在意。凤青鸾连嫁都不想嫁给他，还会在意他娶什么女人吗？没多久，管家来报，王爷，高阳王夫妇和尚世子来了，请他们来书房。荣王殿下，街上谣传的事，想必你听说了。关于殿下和小女之间，你打算如何处置？高阳王，本王出于好意救了何晏郡主，却引发了后续这一系列之事。若不是高阳王要来为难本王，任本王娶了何晏郡主。荣王，男女授受不亲，你碰了婉儿的身子，婉儿这辈子就得跟着你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都要对她负起责任，否则你将置婉儿于何地，将我高阳王府置于何地？王妃也认为理应如此吗？荣王殿下，我们本不该给你添麻烦，可谣言发酵成了这样，全京城都知道了，请荣王殿下为婉儿的清誉考虑考虑。为郡主考虑，那王妃也是要本王迎娶何晏郡主了。
若是这样最好。荣王，你莫不是要拒绝吧？对于婉儿的名声，非有你娶了她方可平息，请你慎重。上言也是想了了女儿一个心愿，若不是婉儿心仪谢晋，他堂堂高阳王才不会舔着老脸上赶着让别的男人来娶自己的女儿呢。书房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几双眼睛都落在了谢晋的身上。王爷啊王爷，你不会真要答应高阳王的要求吧？这可不行啊。既然王爷想这样，那本王便娶了何言郡主，随后便进宫向陛下禀明此事。高阳王夫妇一听，心中大喜，他们还以为要在这里闹上一通才会逼得荣王同意呢，没想到谢晋风轻云淡的就答应了。尚修冉盯着谢晋，谢晋的变化太快，他陡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青鸾姐姐，你知不知道外面发生大事了？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京城流言蜚语满天，在说苍县的时候，王爷和尚婉瑜的事儿。他将在街上听到的流传的消息全部都告诉了凤青鸾。这些人以讹传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表哥怎么可能会娶邵婉瑜啊？他心里只有青鸾姐姐，才不会碰别的女人。就算是碰了邵婉瑜，也是迫不得已。说起来是表哥救了邵婉瑜，他怎么能忘恩负义，以此来要挟表哥娶她呢？真是不要脸！凤青鸾听完廖洛林的话，手中正握着的茶杯突然砰的碎裂。姐姐，你的手流血了。凤青鸾似乎这才感觉到痛，怔怔地看向手心里流出来的血。小姐，你别动，奴婢马上给你处理。谣言什么时候传开的？我也不知道，我上街的时候已经传开了，几乎是大街小巷的百姓们都在议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嘴里放出来的。姐姐，你不要太伤心，事情已然发生，当务之急是将你的伤处理了。咱们去荣王府找表哥商议这件事儿该怎么办。丫鬟将药箱取了过来，里面有凤青鸾准备的日常医用之物。秦雪小心翼翼地给夹子消过毒，将凤青鸾掌心的碎片慢慢地夹出来，又给她的伤口消毒止血包扎。做完这一切后，凤青鸾也在疼痛中渐渐回过了神来。走，姐姐，咱们去荣王府。去做什么？当然是去找表哥，让他不要被舆论影响，答应要娶了邵婉瑜啊。不去。为什么？谣言出来后，高阳王府的人肯定去王府找表哥要说法了。尚余婉本嚣张跋扈，高阳王比他脾气还暴，更是个一点就着的炮筒。要是表哥答应，肯定不行；要是表哥不答应，说不定还闹起来了。姐姐作为表哥的正妻，未来的荣王妃要以正妻的身份去阻止，不能让尚余婉进王府。那是谢晋的事，他会处理。就在刚才，他听到廖洛林说的传闻时，心脏没来由的慌了一下，就是那一下，让他失神的将手中的杯子捏碎了。也是这时，凤青鸾才意识到，原来之前对谢晋的不在意，对他有没有别的女人，对他没有感觉，都是假的。如今，当他得知谢晋很有可能迫于舆论，为了权势，为了得到高阳王府的支持而答应娶了尚余婉时，才明白自己其实是很在意谢晋的。纵然谢晋对他说过这辈子只有他一个妻子，但这是在古代，他是王爷，身在皇家的人总有身不由己的时候，而这个身不由己的时候来得这么快。他想知道他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谢晋会不会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凤青鸾心里既沉重又空落落的，以至于廖洛林在耳边再说些什么都没有听进去。翡翠，我们走，去找表哥。凤青鸾是他认定的未来表嫂，他一定不会让他受委屈。父王母妃，这件事你们不要出面，荣王殿下进宫便可。啊，修妻说的是，咱还不知道谣言呢。要是跟荣王一起进宫了，显得他们刻意去找了他，逼迫荣王娶他们的女儿，面子上不好看。将高阳王夫妇送上马车后，尚修冉与谢晋走到一边。荣王，你并不喜欢余婉，为什么一改先前的态度答应这婚事？王爷可不是会出尔反尔的人。世子不相信本王。我也想相信，可是不敢。还请王爷给我透个底，你想做什么？不愧是尚世子，如此敏锐。陛下不会答应王爷与高阳王府的联姻，王爷是去试探陛下的。为何这么说？因为兵权，荣王殿下掌管20万烈焰军，我父皇镇守北疆手握10万上甲军，除了镇南将军手中的15万大军，整个大夏国的军权便在我们三方手中。若是荣王府与高阳王府结成联姻，陛下肯定会无限忌惮。你继续说。所以谣言不是你我发散出来的，那必然是不想让我方联姻之人散播出来的。陛下了解荣王殿下的品性，知道你不近女色，唯一想要娶的人是凤青鸾。一旦舆论发酵，将你和余婉置之高价之上，按照陛下对王爷的了解，你不会同意这门亲事，因而高阳王府和荣王府之间会挑起纷争，这恰恰是陛下希望看到的。王爷反其道而行之，进宫去找陛下谈论婚事，陛下不会同意，那么王爷就能将舆论之事甩回给陛下，让他来收拾残局。是我说的这样吗，荣王殿下？你能想到这些，为何当初想劝服本王娶尚余婉？那是因为我知道陛下不会同意。
也想让鱼丸死心，可没成想事情被人散播了出去。有人制造了这场舆论，需要有人来为此付出代价。殿下想让陛下来平息这件事儿，那我妹妹要如何负责呢？这要看与陛下谈得怎么样了。他说完后上了马车，江渠驾着马车走向皇宫，看着谢晋消失在街角，尚修然目光微眯。算了，事已至此，这场风波就交给谢晋去处理吧。只是可惜余婉的心愿可能要再次落空了。皇宫，夏明帝也知道了京城的谣言，事情是他让人做的，可等谢晋进了宫，他装作毫不知情。等谢晋将京城谣传与他说明时，夏明帝惊愕的道：还有这样的事？八弟不想同意这门亲事吗？皇兄，臣弟愿意对何晏郡主负责，迎娶她为侧妃。你愿意娶她，是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吗？八弟，这可不是朕所了解的你呀。众口铄金，京城的谣传愈演愈烈，又事关高阳王府和郡主府的名声，臣弟不得不多方面考虑。迎娶何晏郡主对臣弟和梁府来说，是平息谣言最佳的方法。你进宫来找朕同意这门婚事，有没有与凤青鸾商量过？凤青鸾是你的正妻，她同意吗？不需要他的同意，这件事臣弟能做主。荣王，朕若是不答应你这门亲事呢？皇兄为何不答应？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先回去，容朕好好考虑。可是皇兄，没什么可是的，你都说了是为了救商于婉才碰了他，朕怎么能容许强你所难的事情发生？而且因为舆论让商于婉进了王府，岂不是今后哪个女人主动扑上来让你碰了，你都要娶他们？你是朕的弟弟，皇室中人，皇家玉蝶是那么好上的吗？你回去吧，这件事朕自有考虑，绝不会让你和凤青鸾受委屈。那臣弟便回去了，静听皇兄的旨意了。他出了宫殿，夏明帝望着他的背影，恨得心中滴血。故意的，谢晋是故意来提示他的。他猜到是自己放出的舆论将计就计，反把自己给套了进去。这件事他要是不妥善处置，势必会引起荣王和高阳王府两方的不满，一下子惹恼了两位手握重兵的王爷，那他这皇权就岌岌可危了。廖洛林在荣王府没见到谢晋，反而得知他进宫去请婚事了，又心急火燎地返回侯府，想将这件事情告诉凤青鸾。结果一到凤青鸾的院子，就看到有人闯入侯府。青鸾姐姐，是刺客吗？不是刺客，不过擅闯侯府且还蒙着面，能当刺客来杀了处理。凤青鸾，你想让他们杀了本王吗？快让他们停手！楚王殿下，您怎么翻墙进侯府啦？来讨打的吗？看到是本王，你们不迎接吗？原来是楚王殿下，殿下怎么不从大门进，从院墙进来了？是属下们有眼无珠，将王爷认成了刺客，属下职责保护侯府，还请王爷不要怪罪。本王有话要与凤青鸾说，你们都退下。心中不免暗暗咬牙，他若能从侯府大门进来，还需得着翻墙吗？薛子墨没有立即走，请示地看向凤青鸾，都下去吧。薛子墨带着侍卫和丫鬟们退到了院子外。谢燕看向没有动的廖洛林，楚王殿下，是臣女先来找青鸾姐姐的。凤青鸾，外面的流言蜚语想必你知道了，荣王进宫去找父皇了，是去说迎娶商于婉的事，你还不知道吧？楚王殿下，表哥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娶商于婉的，你别挑拨离间。姐姐，你相信表哥，他进宫是去找陛下处理这件事了。等表哥把事情处理好了，一定会来跟你解释的。千万不要轻信了楚王的话，他又没在荣王府，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儿？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女人的名节和声誉何等重要。荣王要是不答应对商于婉负责，你们觉得高阳王会轻易接过此事吗？就算荣王拒绝，高阳王也必定会进宫向父王要公道，不外乎还是让荣王娶了商于婉。凤青鸾，你当初与本王和离，不就是为了八皇叔吗？你以为八皇叔不近女色，只就娶了你一人，他能给你一生一世你认为值得托付，可你还没过门呢，他就预定侧妃了。与本王比起来，八皇叔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本王还给了你体面，让你在成亲那日纳妾。说不定等这次的事情处理下来，你与商于婉也可能会在同一天迎进荣王府呢，与你之前走过的老路又有何异？